我打。小桂子连滚带爬的来到李晨跟前，冲冲客。李总管，饶命啊！是王喜让我打你的，要报仇你打他啊！他不是你干爹吗？负债子还吗？他不是我干爹，他是我孙子，以后您才是我干爹。既然你诚心忏悔，那就把这20棍记在账上，以后看你表现。谢谢干爹，我这就去给您收拾房间，让王喜这个老鳖孙从单间滚出来。去吧，其他人各就各位，赶紧干活。是，李总管。干爹，您休息，我去厨房帮忙了。你去把工匠的所有工具都借过来，再去后院与邻居那借1张50斤的工。好了，干爹，我这就去。这才2个时辰，李晨就搞定了百名下人，果然有些手段。他搞定什么啊？一上午都在那埋头造工呢。李晨还懂造工？是啊。他说要改造1张复合弓，让太子勇夺东列冠军。什么是复合弓？不知道，好像挺复杂的。他还画了图纸呢，说50斤的力可以射出100斤弓的效果，野牛都能射得死，不知道是不是在吹牛。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？100斤弓必须天生神力才能拉开。告诉李晨，他刚接手总管之位，好好熟悉太子府内务，多想想东列文考之事，不要总想着投机取巧，不务正业，觉得自己什么都懂。是，我这就去警告他。武虽气急败坏，将弓一刀砍断。殿下，是不是当年的旧伤复发了？要不先休息吧，过于劳累的话，反而会影响你东列时的发挥。谁说我有旧伤？你觉得我不行是吗？末将多嘴，殿下息怒。你去当靶子，看我行不行？殿下息怒，末将知错了。霍敬忠，你敢抗命吗？霍敬忠站起来时，腿都吓软了，连忙朝部下使了使眼色，让他们赶紧去找太子妃。等魏约到的时候，霍敬忠的左臂已经中了一箭。殿下，息怒。太子妃，这是男人待的地方，不要多嘴。殿下，请听臣妾说句话。闭嘴！武虽随手射出一箭，箭矢擦着霍敬忠的身体飞过，定在远处的箭靶上。请殿下换弓。众人齐齐回头，只看到李晨抓着一支弓快步走来。李晨，殿下练箭，你大呼小叫的干嘛？还不回去准备晚膳？让他过来。请殿下试试我刚造的新弓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也能叫弓吗？居然还带2只木轮！你在耍本太子吗？殿下，这叫滑轮，2轮一组，可将力量放大1倍。这是50斤重弓改造出来的，可以轻松射出100斤的力。本太子征战沙场，用弓无数，你他妈知道100斤力是什么概念吗？活腻了是吧？殿下何不试试呢？若不满意，我愿意代替霍都尉当靶子。李晨猛地惊醒，发现自己躺在柴房里，手脚还带着冰冷的镣铐。我这是穿越成一个小太监了。那我下面还好，东西还在。3天前，李晨去给太子武虽打扫书房，结果听到太子跟太子妃密谈，太子早年征战受伤，现在无法人道，想要稳固太子之位，子嗣可能就要找外人帮忙。我这也是倒霉催的，听到皇家秘闻还被发现，肯定要被处死。但怎么说我也是21世纪的高材生，总不能这么等死。柴房门被轻轻推开，太子妃的贴身丫鬟冬儿，她端着一碗热腾腾的羊肉泡馍放在李晨面前。你快吃吧，吃完了我满足你一个心愿。什么心愿？你之前轻抚我的时候，不说还没摸过女人吗？临死之前，我让你试试。为啥突然这么好心？太子书房一直是我打扫的，但那天我来失儿了，浑身无力，才让王总管派你去的，就当是补偿吧，做了鬼不要怨我就好。原来我给你当了替死鬼。我不能在这待太久，最多1刻钟，你抓紧时间。冬儿说完，就迫不及待解开腰间束带，娇羞地躺在草堆里，闭上美目，紧张地等待李晨的咸猪手。不用了，起来吧。你不想要我了？我又不会死，来日方长，急什么？哪有来日？今晚5校尉就要处死你啊！今儿是太子交作业的最后一天吧，他肯定憋不出来，你只需要告诉他，我写了一首关于治国的诗词，保证让皇上龙颜大悦。你一个太监怕是连字都不认识吧？怎么会写诗词，还懂治国？按我说的去办，咱们就算扯平了，等我在大武朝崛起的时候再要你不迟。老子平时好吃好喝的养着你们，就算是一条狗都知道回报主人，结果整整1个月，几句诗词都憋不出来吗？有时已到，父皇和8大学士都在御书房等着批改我的作业呢，你们倒是拿点东西出来交差啊！这时，一名太监匆匆忙忙进来，禀殿下，大内徐总管亲自来收作业了，正在大门外候着呢。他说让我转告您一句口谕。什么口谕？皇上说，若太子实在胸无点墨，写不出东西来，立即进宫学习其他皇子们的诗词歌赋和治国文章。天儿冷，别瞎耽误功夫。武虽勃然大怒，一脚将跪在跟前的王总管踹翻地上，随即哐当一声拔出佩剑，吓得众人脸色惨绿。你们这帮废物，去死吧！
殿下息怒，奴才愚奴才愚钝，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。太子妃魏月急忙上前拉住武虽的胳膊，殿下不可冲动啊！武虽这才冷静下来。太子妃是诸侯国百姬的长公主，也是太子身后最强大的一股势力，他不得不听。岳飞，听说你从小学习琴棋歌舞，难道就不能帮我吗？哪怕应付一下也好啊。殿下，我是女子，不能学治国之术，我学的那些靡靡之音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。殿下，李晨说他做了一首治国诗词，保证让皇上龙颜大悦。哪个是李晨？给我站起来！3日前那个偷听的小太监就是李晨，你们全部退出去，把武校尉叫来。是。家奴门客们在王总管的带领下，争先恐后的退出书房，生怕跑慢了脑袋落地。区区一个小太监，真的靠谱吗？禀殿下，他确实识字，也爱读书，每次都吵着要打扫书房，就是想偷偷翻阅藏书。5日前他就在我面前吹嘘，说已经想出绝妙诗词。如果你敢骗我，同样会受到严惩。是。身披铠甲，英姿飒爽的吴可大步流星地走进书房。哥，你找我干嘛？我可不会吟诗作赋啊。吴可，你去把李晨提过来。哪个李晨啊？今晚要处死的那个小太监吗？没错，东儿说他想了一首治国诗词，我想看看是否属实。哥，你没搞错吧？他只是一个小太监，哪里懂什么治国啊，还诗词呢？肯定是死到临头的挣扎呀。吴可，这倒也未必。听说李晨来自楚地，那里是江南水乡，曾经俊才辈出，招来试一试也无妨。没错，徐福就在门外等着要作业呢，难不成等父皇亲自来要啊？行吧，我去提他过来，要是胡说八道，立即拖出去砍了。吴可一脚将木门踹开，威风凛凛地走进来，抖落红披风上的雪花。听东儿说，你懂诗词歌赋，还懂治国之道。略懂一二，我祖上乃是江陵书香世家，自我3岁起，家父就偷偷教我读书写字。哟，那你怎么跑宫里来当太监了？那还不是因为大武朝重武经文，数十年征战，焚书坑儒，断了读书人的香火吗？放肆！大武王朝岂是你一个小太监可以评价的？吴可拔出环手刀，抵在李晨的后脑勺，杀气腾腾。郡主，我刚才写了一句开头，您看看可还行？吴可看着墙壁上飘逸潇洒的字体，大为震惊。这是你写的？难道大武朝还有第2个人能写出如此漂亮的字体吗？你一个小太监，连男人都算不上，有什么可狂的？听说郡主在北凉也是自幼读书识字的，不妨示意一下这句诗吧。治国一将止应。哎，吴可用刀尖指着墙上的谱字，脸上满是尴尬。这是什么字？你连谱字都不认识啊？你再敢嚣张，我就一刀抹了你脖子。富谱，花园菜地的意思。吴可默默读了几遍，觉得挺有意思。毕竟这年头七律诗还没发明出来。就这么一句吗？后面呢？还有后面3句，保证惊为天人，不仅能让太子度过眼前难关，还能让他重获皇上信任。那你倒是快写啊！我要是写了，你不得把我杀了，所以我也是有条件的。你这小奴才，敢跟本郡主谈条件？吴可再次将环手刀架在李晨脖子上。第一，太子要承诺不杀我；第二嘛，封我为太子府总管，以师者尊。以后我保证尽力辅佐他登上皇位，治理大武王朝。届时国富兵强，万民臣服。威胁太子可是要诛9族的。不好意思，我就是最后一族，你们没得诛。你区一个奴才，也敢跟老子谈条件，还想让我尊他为师，他也配？拉出去砍了。好。等等，你跟我讲讲，他写的那句诗是什么？治国一将质朴看。哎，殿下，这句话格律工整，朗朗上口，寓意深刻，是绝对的佳品啊！讲的核心也是治国策，符合父皇的要求，何不给他一个机会呢？岳飞真觉得可行，先答应他。若后面3句也是如此惊艳，那就满足他的要求，留在身边当心腹也行啊。毕竟父皇每个月都要检查作业。哥，我觉得岳姐姐说的对，先留着再说，反正随时可以杀了他。李晨那小子看上去挺机灵，应该不会乱说。行吧，反正他只是一个太监而已。吴可压着李晨走来，李晨手脚还带着镣铐。你就祈祷这小子有点用吧。冬儿姐姐，放心，太子会重赏你的。你一个小太监，天天跟姑娘眉来眼去的，白费功夫。拜见殿下，太子妃。为何不跪？按照皇上新颁布的大武律法，使者可不行跪拜礼。你倒是挺会现学现卖，快展示你想的诗词吧。这样怎么写字？吴可手起刀落，哐哐4刀，便将李晨手脚的镣铐全部取下。郡主好刀法啊！少废话，赶紧的。李晨卷起衣袖，走到书桌前，拿起毛笔，
蘸上墨。治国宜将质朴看，肯除容易整其难。招权莫放源头拙，中毒先教地不宽。岳飞，你觉得如何？殿下，我觉得比以前所有的作业都要好，估计比所有皇子的也好。这可是4句全诗啊，读起来太舒服了。只是诗句的意义，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。李晨，你快给我们解释一下，时间不多了。李晨大概解释了一遍，武虽和太子妃连忙点头。没想到如此朴实的诗句，竟然蕴含着强大的治国思想啊！肯除容易整其难，这句刚好击中了父皇的心思。就这了。武虽迫不及待拿起毛笔誊抄了一遍。冬儿，进来。殿下饶命！饶什么命？本太子要赏你，把竹简送去给徐福，速度快点。那天你到底有没有听到我们的谈话？我当时在最里面看书入了迷，真的什么都没听到，至今不知何事触怒了殿下，还望明示。东宫内务由太子妃管理，你以后向她汇报。想当我的心腹可没那么容易，管好你的嘴。谢殿下不杀之恩。你先回去休息，等明日宫里送来皇上的批阅，我视情况再决定你能否升总管，这样才能服众。是。李晨，东宫关系到大武江山社稷，任何闪失便会造成数十万计的死亡。好好证明你的能力，辅佐太子登基。不该问的别问，不该说的别说。是太子妃。行了，赶紧回去休息吧。你行啊，小太监，居然就这么死里逃生了。郡主，要不要我再给你复习一遍谱字怎么写？你再提这件事，我就剁了你。我咋不知道李晨那小子懂诗词歌赋呢？那小子肯定是死到临头忽悠人的，有这能耐谁会当太监啊？现在可能已经人头落地了呢。哼，死了好，奴才就是奴才，还想往上爬，可笑可笑。就在此时，李晨推门进来。谁说我人头落地了？吓得太监们脸色苍白，拔腿就跑，以为闹鬼了。大家不要怕，我还没死呢，你们看我的脖子是不是完好无损？小李子，你居然没死！王总管，我舍不得你们啊！这么说来，殿下真的认可了你的才华。殿下英明，很喜欢我写的治国小诗。哟，还治国呢？那不得赏你点什么？估计得等到明天了。那今晚厨房的所有卫生就由你来负责吧，一边干一边慢慢打。王总管，我刚被关了3天3夜，需要休息啊。你3天没干活，需要补回来呀。明天早上我可是要检查的。王总管，王总管，赶紧干吧，干不完明儿打死你！其他人跟我回去睡觉。哼。太子妃闺房内，浴池里洒满花瓣，魏月靠在池边，丫鬟冬儿正轻轻擦拭着她白嫩的玉肩。太子妃皮肤真好，又白又亮又润又香，宛如凝脂，冬儿都怕擦中了痛着你呢。哎，天生丽质又有什么用呢？那个小太监李晨和你关系很好吗？没有很好，他有点不正经，总对我眉来眼去。不是说净了身的男人对女人没兴趣的吗？我也不太懂，可能他色胆包天，被阉了也贼心不死吧。太子妃，您若提携他当内务总管，以后天天打交道，可要小心点。他没那个胆。次日清晨，李晨在厨房的草堆里睡得正香，却被几个小太监粗暴的踢醒。你特么不要命了！我干爹让你打扫厨房，你连碗都没洗，早膳怎么办？我被关了3天3夜，哪有力气干活？你等着挨板子吧！小桂子屁颠屁颠去告状了。很快，王喜便气冲冲进来。反了你！在这里谁敢不听我的命令，给我拖下去，打20大板！王总管，我劝你等等，今日太子妃要封我为太子府总管，你打我的板子，搞不好脑袋不保。老子在这做了10几年总管，看着太子长大的，你想取代我，除非你祖坟冒青烟。那你就试试吧，太子的脾气你应该很了解。王喜竟然犹豫了，先拖到柴房锁起来，等我们忙完早膳再打。小桂子带着几个太监将李晨抓到柴房，待会儿老子要亲自打你，狠狠的打，往死里打，就凭你也配挑战我干爹的威严？这可是你说的，待会儿你要不打我，我就要打你了。看你嘴硬到几时？王喜只能亲自去厨房收拾帮忙。等王喜忙完都快累垮了，忙完后越想越气。小兔崽子，这太阳都晒到屁股了，也没人来搭理你啊！敢忽悠老子，今儿打不死你！小桂子，把李晨拖过来给我打板子。是。小桂子带人将李晨从柴房拖到空地上，按在一条长凳上。王总管，我劝你三思啊！皇上的批阅辰时准到，我的任命马上就来了。还嘴硬呢，给我打！小桂子朝手心吐了口水，搓了搓，握着粗木棍，使尽所有力气，高高举起，就要朝李晨屁股砸去。
就在此时，一个清脆的声音传来：“住手！冬儿，你不会是想给这小子说话吧？”不是，皇上批阅的作业送来了，太子妃让您和李晨一起去迎接。让我和谁？李晨啊。冬儿姐姐，你来的可真及时啊，我差点就屁股开花了。活该。待会儿老子回来，第一个打的就是你屁股，颤抖吧，狗腿子！太子武虽正与镇北大将军陈元及2名心腹大将饮茶，太子妃魏月在一旁作陪。你们给3位将军斟酒倒茶，他们舟车劳顿，定要伺候周到。是太子妃。陈将军能否向父皇提个建议？我正好要带太子妃回娘家探望岳父，顺便带兵去把那些北夷给灭了。我到时候试探下皇上的意思吧，他不让殿下亲赴战场，也是担心您的身体。我身体强壮的很，80斤的弓照样拉得起来。就在此时，大内总管徐福被宫女带进来，他举着皇上批阅的作业，满脸笑容。恭喜殿下！怎劳徐总管亲自前来啊？皇上高兴，让我转告几句口谕给殿下。一起用早膳，喝点羊肉汤暖暖身子再说。冬儿连忙去炉边为徐福盛汤。东殿内，众人围坐，徐福喝了几口羊肉汤，将一份竹简递给武虽，上面用朱砂笔写着：文才出众，直击要害，为父甚慰，继续努力。岳飞，快看看父皇对我的评价。王喜过去准备接传，过去这类活都是他来干的。让李晨来吧。是。李晨走过去，淡定地接过竹简，亲手递到魏月玉手之中。王总管心里挖凉挖凉，知道这次真的完犊子了。给陈将军看看。殿下真乃文武全才，难怪圣上龙颜大悦。能让父皇开心，是做儿子的责任。徐总管，父皇的口谕，但说无妨。皇上说，太子要戒骄戒躁，继续跟老师好好学习治国大计。3日后的冬练，文武皆考，希望太子能有更好的表现。笑得合不拢嘴的武虽当场就僵住了。去年冬猎他在14名皇子中排倒数第3，今年再加个文化课，怕是又要当众丢人了。徐总管，可否转告父皇，我还要带太子妃去百济国探望岳父呢？今年冬猎就不参加了。皇上说，冬猎后再启程也来得及。这次赢得比赛的皇子将受镇北大人帅印，随陈远将军一起攻打北夷，建功立业。烦请徐总管告诉父皇，我一定竭尽全力，争取到这次机会。太子当年勇猛无敌，区区冬猎绝对没有问题。王喜速去召集所有下人，在直房等待。李晨帮我赶马车，本宫有要事宣布。遵命，奴才这就去。太子府的马车上，冬儿在车内伺候，李晨坐在车外赶车。太子妃让我去就可以，何必劳烦您亲自去呢？李晨年纪小地位低，怕他压不住那些人，王喜也不会甘心的。李晨坐在外面，晃晃悠悠地拉着缰绳。太子妃放心，不出3日，我就会让他们服服帖帖。冬儿没说错，你果然轻浮。本宫允许你恃才傲物，但这次冬猎，太子若夺不了冠，你就得帮他文考夺冠，这样才会有一线生机。不要让我们失望。既然要夺冠，那就得文武双冠。你就不要跟我吹了，开弓狩猎这种事，你不懂的。切，天下还有我不懂的事。直房外，100名太监宫女整齐排列，王喜和小桂子站在最前面。一辆马车缓缓驶来。干爹，那小子不会真的要取代你吧？哼，就算真封他为总管，这里也是我说的算。那是，您伺候太子10余年，我们这些人都是您的心腹。太子妃驾到，跪！马车刚停下，王喜便一个箭步冲过去，跪在地上，给太子妃当垫脚。恭喜太子妃！魏月踩着王喜的后背下了马车，面色清冷地看着众人。自今日起，李晨代替王喜成为太子府内务总管，直接与本宫对接。他的话就是我的话，尔等要对他言听计从，若有违逆，杖刑责罚。遵太子妃令。王喜，总管令牌交给李总管吧。等太子妃走后，李晨往直房外椅子上一坐。小桂子冒犯总管，杖刑多少啊？不看僧面看佛面，有我干爹在，你休想打我。哼，我在这，看谁敢打我的干儿子。李晨扫视着太监宫女们，果然没人敢站出来。既然其他人不敢，那就由你这干爹亲自杖罚吧。哈哈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命令我？皇宫大内总管徐福可是我的结拜大哥。李晨，没有我干爹的命令，午膳你都做不出来。李晨走到王喜边上，你信不信3天之内我就能把你过去的账本查得一清二楚？这些年你黑了太子多少钱，心里有个数吧？你猜徐总管会为了你得罪太子吗？你胡说八道，血口喷人！我对太子忠心耿耿，两袖清风。我现在就去账房看看你到底有多忠心。李总管，请留步。我打。小桂子连滚带爬的来到李晨跟前，李总管，饶命啊！是王喜让我打你的，要报仇你打他啊！他不是你干爹吗？父债子还吗？他不是我干爹，他是我孙子，以后您才是我干爹。既然你诚心忏悔，那就把这20棍记在账上，以后看你表现。谢谢干爹，我这就去给您收拾房间，让王喜这个老鳖孙从单间滚出来。
去吧，其他人各就各位，赶紧干活。是，李总管。干爹，您休息，我去厨房帮忙了。你去把工匠的所有工具都借过来，再去后院与邻居那借1张50斤的工。好了，干爹，我这就去。这才2个时辰，李晨就搞定了百名下人，果然有些手段。他搞定什么啊？一上午都在那埋头造工呢。李晨还懂造工？是啊。他说要改造一张复合弓，让太子勇夺东列冠军。什么是复合弓？不知道，好像挺复杂的。他还画了图纸呢，说50斤的力可以射出100斤弓的效果，野牛都能射得死，不知道是不是在吹牛。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？100斤弓必须天生神力才能拉开。告诉李晨，他刚接手总管之位，好好熟悉太子府内务，多想想东列文考之事，不要总想着投机取巧，不务正业，觉得自己什么都懂。是，我这就去警告他。武虽气急败坏，将弓一刀砍断。殿下，是不是当年的旧伤复发了？要不先休息吧，过于劳累的话，反而会影响你东列时的发挥。谁说我有旧伤？你觉得我不行是吗？末将多嘴，殿下息怒。你去当靶子，看我行不行？殿下息怒，末将知错了。霍进忠，你敢抗命吗？霍进忠站起来时，腿都吓软了，连忙朝部下使了使眼色，让他们赶紧去找太子妃。等魏约到的时候，霍进忠的左臂已经中了一箭。殿下，息怒。太子妃，这是男人待的地方，不要多嘴。殿下，请听臣妾说句话。闭嘴！武虽随手射出一箭，箭矢擦着霍进忠的身体飞过，定在远处的箭靶上。请殿下换弓。众人齐齐回头，只看到李晨抓着一支弓快步走来。李晨，殿下练箭，你大呼小叫的干嘛？还不回去准备晚膳？让他过来。请殿下试试我刚造的新弓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也能叫弓吗？居然还带2只木轮！你在耍本太子吗？殿下，这叫滑轮，2轮一组，可将力量放大1倍。这是50斤重弓改造出来的，可以轻松射出100斤的力。本太子征战沙场，用弓无数，你他妈知道100斤力是什么概念吗？活腻了是吧？殿下何不试试呢？若不满意，我愿意代替霍都尉当靶子。李晨，你逞什么呢？滚回去！魏越闭嘴！武虽冷笑着接过李晨手里的复合弓，搭上一支箭，再次瞄向霍进忠。殿下，这张弓拉满，可到100斤之力。若是射中霍都尉，他骨骼尽碎，性命难保，请三思。令众人没想到的是，武虽居然被李晨说动了，将目标换了更远处的一棵碗口粗的小树。我的话，你没有转告李晨吗？奴婢已经转告了，但他不听啊。武虽松前的刹那，舞剑嗖的狂飙出去，轰的一声闷响，碗口粗的树干竟然被射穿。果然100斤之力。霍进忠，这一箭行否？殿下武力充沛，定能夺东列之魁。没错，第一是孤的。明日你随队一起去东列。谢殿下。岳飞，赏李晨白银100两，东儿见财有功，赏白银10两。臣妾遵命。武虽、魏越等人离开演武场后，谢李总管救命之恩，霍某牢记在心，将来必定报答。谢李总管大救之恩，举手之劳罢了。诸位将军言重了。东儿捧着一个钱袋走来，这是什么？铲形箭头，配合我那张复合弓，可以射死1头牛。若能打到大型猎物，太子必定夺冠。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厉害啊？是不是心动了？你是太监啊，有什么好心动的？难不成我一辈子守活寡啊？取悦女人的方法千百种，试试才知道嘛。臭流氓，你以后在太子妃面前可收敛着点。你家里有老小要照顾，赏银分你1半。你要给我50两银子。是啊，我孤家寡人的，花不了那么多银子。你也太大方了吧？不过你们小太监要多存点银子，以后老了无儿无女，孤家寡人很可怜的。李晨拿起50两银子，扔到东儿怀里。我以后会封王拜相，妻妾成群，名震天下，怎会孤家寡人呢？真是个有抱负的小太监啊！你若有那一天，我就嫁给你当了婆。李晨将东儿拉到角落。我问你啊，太子妃准备找谁生孩子？你差点掉脑袋，还敢乱打听？东儿，此事一旦败露，可是诛九族的大罪，我们作为心腹也逃不了，尤其是你和家人。所以要早做准备，将来才能化险为夷，说不定还能帮上太子妃呢。百济国大将军金弘毅，他一直垂涎太子妃的美貌，只是又丑又老，太子妃根本不想要他的种。但那家伙有谋反之心，刚好借此机会帮他爹除掉心头大患，算是一箭双雕吧。可惜啊，太子妃是何等大美人。你可惜个啥？就算太子妃不嫌弃你，你也无种可借啊。李晨，你若能助殿下夺得东列魁首，我会向他建议，你跟随我们一起去百济探亲。谢太子妃信任。大哥，太子妃呢？他坐马车，会晚点到。还是大哥疼老婆啊？这太子妃3年下不出一个蛋，你也不纳妾室。二哥，太子妃可是大王朝第一美人啊，谁不稀罕呢？大哥就不为女色所动，否则咱们的大侄子早就弄出来了。太子妃是未来的皇后，
谁允许你们羞辱她的？大哥，你见过不下蛋的皇后吗？有力气留着明儿狩猎使吧，在这朝也不嫌丢人。父皇的车队快到了，让他知道，又得罚你们了。不远处，吴可护送皇宫车队缓缓而来，皇子皇孙们连忙跪在地上。儿臣恭迎父皇。圣上口谕：今晚不设宴，诸位皇子好生休息，明早卯时进山，府兵随从不得怠工。这次东列成绩关乎大武国运，作弊者以欺君之罪论处。遵旨。大哥，你若再像去年那样打几只兔子回来，恐怕东宫要易主啊。那就走着瞧。在虎王山脚下，李晨正指挥着小太监们搭建营帐，而武虽和霍敬中则在一旁准备弓箭。圣上有令，今年哪位皇子能猎杀虎王，为民除害，便可获得他老人家所有猎物作为嘉奖。徐公公，父皇赏赐的猎物可以用来过秤吗？当然可以。虎王山上盘踞着一头体重1500斤的吊金白额大虎，凶猛无比。只要猎到虎王，再加上父皇的猎物，那就稳操胜券了。龙帐内，武虽将李晨叫到帐内，魏月也一脸担忧地站在旁边。你打造的铲形箭头，真有你说的威力吗？我造的复合弓拉满又能射中的话，纵然是虎王，也必定骨骼尽碎，而且是大面积碎裂，失去行动力。我建议太子在下方位伏击，以投井腹为目标。虎王山下，14名皇子站在山脚下，个个神情严峻。诸位皇兄，我刚才丢了10只山羊在山腰作为诱饵，虎王估计马上就到，你们可以上去找好位置伏击。吴可，有没有安排弓箭手保护我们安全？当然，每棵树上都有，但你们自己也要小心。那虎王的速度太快，皮糙肉厚，不好控制。皇兄，我看你还是别上山了，不如打打兔子得了，免得待会儿我们还要保护你。哪来这么多屁话？睁大你的狗眼看着，本太子如何猎杀虎王？是啊，再不上去可就找不到伏击点了。我跟你们一起上去，圣上让我监督，以致命剑判定胜负。话音刚落，山顶上传来一声虎啸声，划破长空。14名皇子听得头皮发麻。武虽按照李晨说的，在下方位的大树后躲藏着。李晨啊，李晨，希望你小子别坑老子啊！就在此时，庞大的白色身影从树林里钻出来，扑向羊群。这时，二皇子毫不犹豫地射出一箭，然后掉头就跑。虎王顿时暴怒，他纵身跃向山下，刚好看到躲在树后的武虽。武虽拉满弓射出铲形箭，只听见虎王一声惨叫，朝山下滚去。铲形箭头贯穿他的头盖骨。太子射杀了虎王，好弓，果然是好弓。李晨，我要赏你。这是李晨那小太监改造的。其他皇子跑过来，看到虎王的尸体，顿时一片懊恼，尤其是二皇子武弼，气得脸色铁青，转身就走。七皇子连忙追上去。二哥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武弼内心想着，这头白虎就算1500斤，他得猎多少羚羊兔子才能赌齐？这还没算父皇的猎物加成。这小子用的什么弓？那箭头是什么玩意儿？居然能将虎王的头盖骨打穿，这特么得有100斤之力了吧？算作弊吗？能把弓箭改成这样，父皇夸他还来不及呢。要不我们去打野牛？你是不是想死？父皇早就禁止招惹野牛群了。这条小河通向运河吧？是啊，太子的帐篷就在小河转角处。若是运河边起山火，你猜野牛群会不会沿河而上啊？二哥，这貌似有点完大了吧？山火常有，又抓不到证据，怕什么？七弟，这次东猎可是换处最好的机会，你还想不想当王了？想，那就去办吧。太子营帐前，几名羽林军合力将巨大的虎王尸体抬回太子营帐前。你设计的弓箭果然威猛无比，想要什么赏赐？白银500两如何？殿下，李晨孤家寡人，又不用修房娶妻纳妾，要那么多钱做甚？那太子妃的意思呢？我建议你找皇上讨个封赏，封他为太子少傅，也算是光宗耀祖。啊，太子少傅，谢殿下和太子妃封赏。我还没答应你呢，等献虎皮时请示父皇再说。圣上龙颜大悦，请太子去龙帐共进晚膳。就我一人吗？是的，圣上让太子把新改进的弓箭也带过去，他颇有兴趣。我取了虎皮便过去。武虽刚出营帐，只看到黑压压的野牛群狂奔而来。野牛群，快散开！霍进中，虎皮呢？殿下刚清洗干净，河边晾着呢。李晨，保护太子妃。此时，野牛群已经上岸，太子营帐首当其冲。李晨牵着一匹受惊的马冲过来，一把将魏月抱上马背。骑在马上才不会被踩到。冬儿呢？不知道啊。你也上来，快点！李晨也翻身上马，坐在魏月身后。马匹在森林里穿行，身后是野牛群奔腾的巨大声响和震动。你抱就抱吧，刀柄挪开啊！两人从马背上摔下，滚落山坡。野牛群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。大胆李晨，本宫你也敢抱？吓得李晨连忙将他松开。啊，我的脚好痛。李晨给他检查了下，右脚崴伤了，红肿的厉害。那现在该怎么办？我们跑太远了，离山夜间有猛兽，咱们得找个安全的地方生火取暖，等吴可带兵来搜山。那我到底能不能抱你？李晨听令，本宫命你抱着我，但不许乱摸。我听说你不正经。谁说我不正经的，冬儿嘛？反正轻薄太子妃，你知道是什么罪？李晨抱着太子妃上山是不可能了，只能借着月光往山下走。要不背着试试？我看你坚持不了多久。
太监身体本就不行，没什么力气。我持久针呢，不如聊聊天，分散下注意力。哎，你身上香囊好香啊！大胆，连太子妃都敢闻。我又不是没长鼻子。好闻吗？美人含笑，香气袭人，清雅如兰，连绵不绝。的确是白兰花香。你这也没挂香囊啊，总不会是自带的体香吧？放肆，越来越没规矩了。妃子御体，岂是你能过问的？卿我小扇白兰花，纤腰玉带五天纱，疑是仙女下凡来，回眸一笑胜星华。这首诗真美啊，正适合此情此景，词藻华丽，比那首治国的还好。我咋没早发现你这么有才呢？信口拈来，击不成诗，太子妃见笑了。快教我。山脚下，月光映照出一座破败不堪的道观轮廓。李晨找了些干树枝生好火，魏月已经卷缩在角落，昏昏欲睡。李晨，太监不算男人的吧？应该不算。那你能不能抱着我睡？不然我们今晚会冻死的。遵命，我保证老老实实。李晨又加了些柴火，连忙躺在魏月身后，紧紧贴上去，刚要搂她的腰，魏月却抓着他的手。这件事不许说出去。杀头大罪，打死都不敢说啊！天快亮的时候，魏月猛地睁开眼睛，他感觉到一只不老实的手，更感觉到身后抵着一个不该存在的东西。李晨，原来你是个假太监，谁派你接近我的？太子妃，您听我解释。我不听，你犯了欺君之罪，会受千刀万剐之刑。李晨猛地将魏月拉到怀里，不顾他的挣扎，强吻了上去。破败的道观内，魏月衣衫凌乱，眼神空洞地躺在干草上。李晨压在他身上，刚刚结束了粗暴的亲吻。李晨，我是太子妃，呜呜。魏月脑子一片空白，再无力气挣扎，彻底缴械投降，任凭李晨疯狂摆布。半个时辰后，魏月满脸红晕，还不从我身上滚开！李晨也恢复了清醒，连忙翻身起来，转过去，不许看我！魏月手忙脚乱穿衣服时，赫然发现白裙上那抹艳丽的红色，这是他守了20年的身子，就这么被地位低下的假太监抢夺了。谁派你来糟践我的？我对你不薄，为何要置我于死地？没人派我来害太子妃。你当我傻子是不是？没靠山，你过不了净身房那一关。是李美人打通关系，带我进宫当太监的。哪个李美人？3年前被废的那个？没错，她被废了之后，我很害怕，在宫里待不下去，主动申请调到太子府当差。她带你进宫做什么？李美人觉得武帝年老体衰，后宫又多，无法满足她的需求，所以想带个小太监在身边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你胡说八道是不是？哪有这样瘾大的女人，还不时之需呢？李美人确实不是处子之身，进宫前就养了很多小白脸，这点武帝没有冤枉她。我15岁就是李氏不方的账房先生，他很喜欢我写的字。你以为我会信你吗？那李家绝户3年，死无对证，你当我傻子是不是？确实无法对证，但我那日在书房便知道太子受过伤，若是奸细，恐怕早就传到皇上那里，把太子给废了。为何要帮助太子取悦圣上？你那首治国诗词只是为了求生？我主动制造重型弓箭，帮助太子猎杀虎王，一举赢得5考，难道也是求生吗？鬼才信你！你那么狡猾，又不老实。那就请太子妃砍了我吧。原本我还想帮助太子夺得文魁，助他一臂之力登基，毕竟将来皇位也是我们的孩子继承。你等等，什么孩子？就一次怎么可能怀得上？这可说不好，我年轻力强，身体好。别说了，闭嘴！还是请太子妃现在就杀了我吧，千刀万剐之刑实在太痛苦了。你现在知道怕啊？刚才我说痛，你怎么不停？你必须帮太子夺得文魁，我们赶紧出发去摆祭，否则到时候我见喜了，事情败露，太子绝不会饶过你，他不会允许后宫有真男人存在，更不会允许孩子生父活着。谢太子妃，我保证赢得文魁。只是什么？您还要找别人吗？你对那个人有感觉吗？这事你能过问的吗？以后凡事注意分寸，别忘了自己的身份，不要觉得我们有了一次，我堂堂太子妃，百济长公主就成了你的女人。是小的多嘴。去打点水来我洗洗，速度快些，羽林君马上就会找到这。算了，水太凉，我不洗了。他将藏在身后的落红白布片气呼呼扔在李晨脸上。他们要问，你就说我衣服被树枝挂破的。好，我记住了。这时外面传来大队人马行走过来的杂乱声，前面有个破道观，过去看看。吴可是太子的妹妹，你装得像点，别露馅了。知道，谢太子妃关心。谁关心你？别自作多情。山脚下，吴可带着骑兵狂奔而来，李晨屁颠屁颠跑过去。武将军，你们终于来了。瞧你那怂样，太子妃呢？在道观里面呢，她的右脚受伤了。不严重吧？只是崴伤，有些红肿，暂无大碍。你们先给我一件衣服吧，昨晚在门口守了一夜，冻得受不了了。吴可让手下扔给李晨一件棉袄。还算你懂规矩。吴可冲进道观，见魏月窝在杂草堆里瑟瑟发抖，连忙将带来的血狐秋袄给她披上。月姐姐，李晨昨晚没有对你不敬吧？他一个太监，敢对我做什么？又能对我做什么？哈哈，说的也是。魏月整理好仪容，被吴可扶着走出道观。拜见太子妃，末将主教来迟，太子妃责罚。都起来吧，速回营帐。我又冷又饿，昨夜伤亡多少？
太子营帐损失较大，死5伤3，不过都是下人。其他营帐死了几个，皇室成员基本没事。冬儿没事吧？他运气好，被帐篷罩住逃不掉，却没有被踩到，只受了点皮外伤。父皇会调查野牛群的事儿吗？这就不好说了，咱们最好也别插嘴，复杂着呢。太子的虎皮献了吗？父皇怎么说？昨晚那顿饭没吃成，太子改成早膳献虎皮了。但那二哥吧，又出来使坏。什么意思？他说野牛群突然袭击营帐，是因为大哥杀了虎王。虎王是山神，这是遭了天谴，简直倒打一耙。明明是圣上口谕，但大哥嘴笨不敢说啊。二哥说虎王的尸体要隆重安葬，所以不能过秤，虎皮也不能献，奖赏也没了。你有什么主意？待会儿献虎皮时，我为太子辩护。那可得当着皇上的面，你不怕吗？皇上圣明，有理有据，我怕什么？你这小太监挺有种啊，待会儿可别吓尿了。无可，以后李晨可能是太子少傅，跟你官职平级，别一口一个小太监。哎，真的假的啊？太子少傅可是大官啊，估计皇上不会同意吧？龙帐内，武帝武顺高坐上位，由张皇后和宠妃秦昭仪陪同。武虽坐在下手，闷头喝着早酒。穗儿，你把纳贡和剑给朕看看，竟然能将虎王的天灵盖击碎。是。武虽连忙献上弓箭。武帝看着复合弓的造型，十分震惊。哈哈，有意思，50斤不到的力，也能射出100斤弓的威力，比我盛年时还要强几分。若能装备到骁骑营，普通将士都能拉开，必定所向披靡。皇上，这玩意儿造型过于复杂，恐怕可靠性不强啊。凡事有个过程，可以逐步完善嘛。你又不带兵打仗，懂什么？此弓总不会是太子造出来的吧？穗儿，这弓箭是谁造出来的？是太子府的一名门客。大武朝正直用人之际，识才善任，也是帝王最重要的能力。谢父王赞赏，只是这名门客，但说无妨。这名门客是个太监，博学多才，文理皆通，诗词冠绝古今。儿臣想为他讨个封赏。太子府的人，你赏便可。我想请父皇封他为太子少傅，协助儿臣打理各种事务。太子少傅，太监是奴才，算什么门客啊？还想当朝廷大员？太子少傅可是未来的帝王之师。母后，太监有经世之才，难道就不能用了吗？你这么多嘴，那就告诉穗儿为何不能用。张皇后被吼懵了。武帝现在求贤若渴，一旦他说错话，就会触怒龙颜。张皇后只好朝秦昭仪使了个眼色。皇上，臣妾还以为太监都不识字呢，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太监能让太子为其讨正4品的官职。穗儿，那个太监叫什么名字？今年多大？他叫李晨，今年21岁。秦昭仪脸上划过一丝震惊。本来他当年安排李晨进宫，是想留在身边伺候自己的，结果李晨就被分到太子府。没想到在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，居然是从太子口中。才21岁的太监，能博学到哪里去呢？太子可是未来的储君，得多见见世面啊！穗儿，你如实告诉我，上次那首治国诗词，也是出自李晨之手吗？是儿臣与他一起完成的。爱妃怎么不说话了？朕允许你对此发表意见。太监身份确实低微了些，但也要看看他的才华到底有多高。我觉得应该让李晨面上，再权衡能不能封他官职。果然是朕的爱妃，言之有理啊！只要那李晨才华足够高，太监亦可当官。谢父皇，儿臣会带他来面圣，他也会协助我参加后天的文考。那就文考时，我看看他的能耐吧。可儿，太子妃没事吧？太子妃无大碍，只是右脚崴伤，已在帐内歇息。你们羽林军负责这次东列的护卫工作。昨晚野牛群袭击营帐，你们是有责任的，说说你的看法。皇叔，您是问山火还是问虎王之事？当然是虎王之事，山火等东列结束后再调查。皇叔，虎王涉及到武考胜负，既然有分歧，不如让双方相关人员公开辩论，您再做最后定夺。皇后觉得如何？我觉得可行，理不辩不明吗？就看太子敢不敢了。太子，你的意思呢？武虽看了一眼吴可，大概明白了，这肯定是魏月的授意啊，否则吴可根本不会提这茬。儿臣听父皇的，二弟的说法本就荒唐。徐福，去转告所有皇子，出列前来龙帐前集。是皇上。徐福连忙让小太监去个皇子营帐传达圣诏。岳飞，我不擅长吵架，你是知道的，准备怎么办啊？很简单，让李晨替你。李晨又不是当事人。他怎么不是当事人啊？弓箭是他造的。是啊，大哥，我跟皇叔说的可是相关人员。你有信心赢吗？应该能赢。行吧，那就跟我走。这是你初次面圣，表现好不好，决定着太子少傅能不能搞到手。李晨，是你表现的时候了。二哥，这次辩论咱能赢老大吗？就老大那个笨嘴，我能喷死他。那倒也是，听说那弓箭是太子府小太监发明的。母后已经跟我说了，区一个小太监，不足为惧。就在此时，武虽带着魏月、李晨一起来了。哟，我的大嫂，您这脚怎么了？崴伤了而已，希尔叔子关心。大哥，
听说那弓箭是小太监发明的，你倒是消息灵通，也不看看谁是我娘。就在此时，武帝带着张皇后、秦昭仪从龙帐里出来。皇上驾到！皇上万岁！皇后千岁！都起来吧。李晨起来的时候，偷瞟了一眼如今贵气逼人的秦昭仪，两人相识时，他才16岁。给老大老二一炷香的功夫，把你们的想法说出来，朕在做定夺。但是，我一旦宣布结果，便不许再有异议。徐福点上香后，高声宣布开辩。二皇子作为反对方，先发言。我的观点很简单，昨日大哥射杀虎王，剥了虎皮后，运河边就天降山火，野牛群冲击营帐。我觉得那头虎王乃是山神转世，大哥射杀虎王剥其虎皮是遭天谴的行为，我们应该将虎王的尸体好生安葬，以求得上天原谅，保佑我大吴国运。大哥为了赢得吴考，想把虎王当猎物，向父皇讨封赏，作为储君，置江山社稷于不顾，着实令人失望啊！父皇，我的想法由李晨来说。区区一个小太监，有什么资格跟本王辩论？大哥，你也太没种了！武帝皱起眉头，为了缓和兄弟间的矛盾，开口询问：谁是李晨？李晨拜见皇上。你与此事有何关系？我与此事关系重大。那射杀虎王的复合弓和铲形剑是我造出来的。大胆李晨，太监应当自称奴才，你在圣上面前一口一个我，乃大不敬之罪。二皇子实不相瞒，太子已经拜我为少师。按照大吴律例公礼篇第1条规定，天地君亲师，师者排第5，怎可以奴才自称？哈哈，笑话！太子乃大吴储君，怎能拜你一个太监为师？大哥，你置皇室威严于何故？我劝天公重抖擞，不拘一格降人才。圣上颁布的大吴律例并未规定老师的身份，目的就显，不问出身。你这是在狡辩。太子敢用我，正说明他对圣上的旨意领悟的透彻，把江山社稷和黎民百姓放在首位。哈哈哈，好过我劝天公重抖擞，不拘一格降人才。8大学士想破脑袋都没想出如此精妙豪迈的诗句。李晨，你果然是大才，谢圣上赞赏。父皇，儿臣觉得。月儿，既然你觉得他是太监地位低，那朕就封李晨为太子代少傅，等赢得文考后再下圣旨，也算是对他改良弓箭的赏赐。李晨，快谢圣上。谢主隆恩。皇上，这不大合适吧？闭嘴！朕就是要让天下英才看看什么叫不拘一格。李爱卿，起来吧，现在你有资格跟二皇子辩论了。李晨站起来，对众人抱拳。我对二皇子讲的3点提出我的看法，请圣上定夺。但说无妨，朕在此事上也有点迷糊。看看你太子少傅有何高见。第1点，请问二皇子，运河边的山火是天降还是人为？放肆！什么叫人为？谁为的？你一个区代少傅也敢胡乱猜疑？是啊，李晨，此事会有内卫府调查，今日先不论。启禀圣上，微臣不是要追究山火真相，而是讲一个简单的道理。快说来听听。现在是寒冬，运河边较为潮湿，若是天降山火，只有一个可能，天雷。圣上英明。那么请问诸位，昨晚事发之前可有天雷闪电？言之有理，继续说。既然山火不是天降，那就与触犯天意无关。好。第2点呢？父皇，这不能说明什么，就算是人为，也可能冥冥之中被虎王的神识指点的呢。二哥言之有理啊，神的指示谁敢不从？第2点就能回答2位皇子。赵校尉屯兵京郊，这里是您管辖的地盘，请问这头虎王近10年来可有伤害附近的村民家畜，数量有多少？屯骑校尉当时就懵逼了。你在发什么愣？作为屯骑校尉，可别告诉我不知道这个数字。圣上息怒，末将知道。那还不快说！禀圣上，这虎王食量惊人，近10年来猎食村民128个，家畜则更多，至少超过500头。那么再请问赵校尉，可有村民请愿杀虎？有几次。3年前圣上决定猎虎，就是我的奏折。这就是我要说的第2点，虎王残忍暴虐，猎食大吴子民100多人。退1万步说，就算他是神，那也是恶神。你放肆！你竟敢亵渎神明！二皇子殿下，恶神不是神明，是妖魔而已。圣上乃是真龙天子，庇护万民，龙在天，虎在地，孰高孰低？圣上金口预言，太子为民除害，区一头虎妖，咋就把您吓成这样了呢？你就算是恶神，触怒了也会报复我们。李晨，你置皇室安危于不顾。二皇子殿下，大武朝以武立国，武德充沛，圣上真龙之气，正义凛然，势不可挡。区恶神有什么可怕的？还不是被太子殿下2箭就射死了吗？你这是诡辩。微臣要说的第3点便是，就算那野牛群，也不过是大武军魂，大武100万大军，谁敢不听真龙天子号令？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大武江山万里，唯圣上为至尊也，其余皆在其下。莫要说区一头老虎。老二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父皇，这小子完全是胡说八道。那就是无话可说，心服口服了。殿下，你应该赢了。武帝站起来，叉着腰，龙颜大悦。李晨之言浩然雄伟，群山回荡，
是对我大武国体最好的歌颂，朕也算是受教了。谢圣上谬赞，微臣不敢当。你说的没错，朕作为大武开国皇帝，应金口玉言，若随意更改，将来如何取信于天下？太子猎杀虎王的奖赏依然有效，不得再有异议。谢父皇，父皇英明。你们要谢的是李晨，儿臣明白。明白就好。知人善用也是帝王必备的智慧，以后脾气收敛点，跟着李少父多学点治国良策。打天下容易，做天下难啊！儿臣谨记父皇教诲。武帝又看着李晨，李晨，你刚才的那些话可谓句句经典，徐府都已记下，回宫交给史官录入史册。朕现在就想封你为太子少傅，只不过君无戏言，还是要等到文考之后再正式封赏。谢圣上，微臣明白。不过朕现在就可以赐你面圣令牌，以后若太子对你不敬，可直接进宫找我告状。魏月，你3年未孕，太子身体没问题吧？太子没问题，是臣妾从小过于娇生惯养，入京后水土不服，身体差了许多，一直没动静。这次你们回娘家散心，必须要把孩子弄出来，哪怕生个女儿也行。儿臣知道此事的重要性。我最多再给你们1年时间，生女儿可延期1年。若还是啥都没有，太子妃就得换人了，你也得进冷宫。虽然若不愿换妃，就别想继位。你跟着他去西北贫寒之地镇守边疆，永世不得踏入京都。儿臣记住了。把我的旨意转告你的父王，免得他跟我心生间隙。儿臣记住了。东，下午再泡澡吧，先去把李晨找过来，我要跟他沟通下文考之事。他被秦昭仪叫去了。秦昭仪找他做什么？不知道，贴身宫女过来通知的。去的龙帐吗？不是，秦昭仪的专属帐篷。太子妃，您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准备热水泡澡吧。东，不用你帮我洗，出去等着李晨，第一时间带来见我。冬儿刚离开，魏月就埋头痛哭，嘤嘤抽泣。魏月啊魏月，你太蠢了！李晨狗胆包天，假太监怎么可能背后没人？秦昭仪可是支持二皇子的，这次你完蛋了，你会害死父王，会让百几国生灵涂炭的。过了半炷香的功夫，帐外终于传来李晨的声音：“李晨拜见太子妃。”在外面等着吧，太子妃正在帐内沐浴呢。魏月听到他的声音，快速穿好衣服，补好精致妆容，冷酷地坐在椅子上。李晨进来，冬儿、碧儿在外面守着，不许任何人偷听。遵命，太子妃。太子妃心情不好，你悠着点。谁让你多嘴？吓得冬儿一个机灵，连忙从怀里取下2颗小棉球，塞住耳朵。李晨大概明白了原因，强装镇定地进去。你哭了？你和秦宁素什么关系？后晚东烈庆功宴上，秦昭仪要为皇上献歌舞，想让我做一首词。就这？是的，等看完秦昭仪的节目便知。本来这首词我是为太子妃而作，但考虑到你脚伤无法表演，秦昭仪要排练催得紧，我便给她了。什么词？是白兰花那首吗？当然不是，白兰花只属于太子妃。这首是我回来时看着您的倩影，有感而发。哎，看着我的背影，你就能做首词？是的，文思如泉涌。别想嘴甜迷惑我，先吟来听听。北方有佳人，绝世而独立。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。宁不知倾城与倾国，佳人难再得。可惜我的脚崴伤了，不然这首千古绝唱应该是我来演啊。北方佳人指的就是岳飞，秦昭仪可是南方人，不管由谁唱出来，我想歌颂的还是你啊！你个笨蛋，干嘛不先问清楚？害得我以为你是他的人，一气之下泡了热水澡，估计怀孕够呛了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愿意为岳飞多效劳几次。你是癞蛤蟆吃天鹅肉，上瘾了吧？谁要跟你多试几次？既然岳飞不想，那我自然不敢冒犯。暗度陈仓之计，也不用去细想了。什么暗度陈仓？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我负责让你怀上孩子，让你娘家的当替罪羊，不影响制定好的谋划。天下只有你知我知。然后呢？你赶紧想好万全之策，再跟我商量吧。好，这恐怕要到百计后，根据现场情况来精心设局。行，我会劝太子带你去一起去，但我警告你，绝不能让太子和吴可看出破绽，否则你死定了。好的，我先走了，待太久容易让人怀疑。等等，为你净身时收了好处的太监叫什么名字？好像叫胡大海吧，听说告老还乡了。知道了，以后不要叫我岳飞，这不是你能叫的，叫顺了口误怎么办？那叫什么？你要不喜欢太子妃这个称呼，独处的时候直接叫我名字吧。好嘞，小月月。李晨快乐地转身离开了帐篷。小月月是什么鬼？幼稚的男人。哎，太子妃跟你说什么了？这么神秘兮兮的。主要是讨论文考之事。
我不信，他明显不高兴。算你聪明，秦昭仪突然叫我去，太子妃担心我被人家看上了，担心被二皇子挖墙脚，所以试探我一番。那秦昭仪到底有没有挖你？当然没有，他只是爱慕我的文采，让我写首词而已。秦明素确实没有挖李晨，甚至连暗示的话都没说，第一次公开传召，大概想探探他的底。是吗？听说秦昭仪精通音律，你们这是此曲何名啊？让太子妃放心吧，我只会忠诚于他，不会搭理那秦昭仪。忠于我家小姐当然好，但也不要轻易拒绝秦昭仪，她毕竟是武帝的宠妃，若能拉拢过来，对太子继位有帮助。对啊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就怕太子妃吃醋啊！切，你一个小太监，他知哪门子醋？只要你别叛变就行。就在此时，一名小太监匆匆走来。李总管，长公主武阳传你过去一趟，跟我走吧。敢问长公主传我何事啊？她要为圣上表演歌舞，听说李总管善诗词歌赋，想找你过去探讨一番吧。能不能麻烦转告长公主，我写好的词被秦昭仪拿去用了，暂时写不出来新的。这需要你亲自跟她说，我可不敢传话啊。李晨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去了。这李晨也太抢手了吧，都快成后宫团宠了，没完没了的。哼，这些人真有意思，召见我太子府的下人，怎么也得经过我的同意吧？还不是太子这2年势力下滑，太子妃您在京都孤立无援，觉得好欺负呗？李晨是猪吗？不知道拒绝啊？谁叫都去。他现在只是小太监啊，哪敢拒绝？一个是皇上宠妃，一个是长公主。启禀长公主，李晨到了。让他进来吧，其他人都出去。李晨拜见长公主。武阳笑眯眯地看着李晨，拍了拍自己身边的贵妃塔。李少妇不用客气，坐这吧。在下不敢冒犯。太监算什么冒犯？你能做什么呀？本宫命令你过来，帮我揉揉腿。李晨正在原地摸不着头脑，难道这是什么美人计？借他1万个胆子，也不敢摸大武朝长公主的腿啊！武阳见李晨一动不动，有些生气了。李晨，你敢抗命吗？在下不敢。李晨骑虎难下，只能硬着头皮过去，坐在武阳身边，帮他捏小腿。往上点，大腿也好酸，我比较吃力，不要怕弄痛我。就这样，本宫好舒爽啊！没想到李少妇不仅嘴厉害，一双手更厉害，允许你按我的腰。公主有这么多下人，叫我来不会就是为了捏腿吧？宫里哪有太监好啊？太监怎么也算是半个男人，力气也大些。我来您这也没经过太子妃同意，得早点回去复命。若长公主有什么吩咐，不妨不直说。武阳的丈夫乃河西郡王，也是坐拥重兵的大世家，实在惹不起。你对太子妃很忠诚吗？她让你碰过身子吗？太子妃御体有贴身婢女冬儿伺候，不需要我。那是她没把你当男人看，瞧不上你。若是跟着我，天天让你捏。谢长公主赏识，能给您按摩是李晨的荣幸。李晨现将现代足疗指压泰式技术全部用上了。对，就那儿啊，再往上一点。也有点痛，有点麻，请李少妇再用力点吧。李少妇，你这技术哪学的呀？医书上学的，有些穴位能缓解疲劳。你家太子妃真不知道享福，不如跟本宫去河西郡，保证让你当人上人。阵阵酸爽过之后，武前才开始进入正题。李少妇，你客观分析下，太子和二皇子谁将来会继承大统？朝廷大事我无权过问。你若是太监，自然无权过问，但当了太子少妇，未来的帝王之师却是有权评论的。这不是还没当上吗？父皇最宠爱我，我可以帮你说句话，不需要什么文考，你今日一席话便足以证明你的才华。既然是太子少妇，那我当然支持太子了。那要是将来二皇子继位呢？那我就辞官继续当太监。你以为到时候你还能在宫里当差？那出宫自谋生路总可以吧？所以放聪明点，你已经帮太子夺得5魁，不亏欠他什么。文考的时候若能输给二皇子，也能为自己留条后路。听长公主的意思，您不看好太子，而是支持二皇子继位吗？我向来中立，无条件支持父皇的决定，但皇后是二皇子的生母，觉得你是个人才，托我试探下你而已。麻烦长公主转告皇后，我只是太子府的下人，承蒙太子和太子妃信任，除了竭尽全力，没有别的选择。看来你的脑子也不过如此，本宫明白你的意思了。回去吧，免得被你那大武第一美人的主子骂。李晨本就愚钝，但日后若长公主回京都需要我按摩，我保证随叫随到。你有那个胆子吗？我可以偷偷的啊，下次给您来个全身大推油，更加刺激，更加酸爽。哈哈，你还挺可爱，把本宫伺候舒服了。将来你被砍头的时候，或许我可以捡你一条命。李晨呢？立即把他给我叫过来。殿下为何如此急躁？
你根本不知道李晨究见了谁。这小子看来是要找新主子了，我看他是活腻了吧。冬儿吓得脸色发白，刚要跑去叫李晨，却被魏月喝止。殿下，不用去找李晨了，他没有背叛我们。今儿见秦昭仪和长公主，都已向我汇报。接着魏月便将情况大概说了一遍，冬儿也在边上连忙点头。李晨狡猾多端，谁知道是不是在骗人？殿下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你这脾气要改了，毫无根据的斥责打骂下人，以后谁敢为你效命？岳飞，你怎么向着李晨啊？这不是向着谁的问题，将来你可是大武至尊，心胸不能如此狭隘。就算要怪，也要怪你那三妹武前，她在中间撺掇什么劲儿？岳飞，我也是着急嘛，不生气了啊。去看看我今儿的收获。因为有李晨造的复合弓和铲形箭头，5岁这次跑到5里开外去猎杀大型猎物。今日猎杀了2头野猪，1头梅花鹿，1头小山羊，共计800多斤。哎呦，今儿太子有礼献了。徐总管，父皇今日有多少猎获？皇上也有300多斤，已经记到太子账上了。老二战绩如何？二皇子今日猎的2头小野猪，还有些许山羊、兔子，共计680斤，还是要少一点。哈哈，何止少一点啊！加上父皇的猎物，我已经2700斤了，他才680斤，不如认输吧。老奴先恭喜太子稳居榜首，我得去向圣上汇报今日战果了。李晨设计的弓箭真他妈牛啊！一箭便将野猪爆头，货进中，把羊包了炖上，叫上李晨，晚上我们一起喝酒。遵命。曲福，公布成绩吧。太子5岁3日共计3520斤，二皇子5毕3日共计1500斤，三皇子就算不计入我的猎物，虽然也是稳夺第一。朕宣布此次东猎5回为太子5岁，谢父皇恩赐。明早启程回骊山行宫，东猎晚宴时举行文考。这次文考的对象不是诸位皇子，而是皇子的老师，朕要亲自为你们挑选。一旦选定，不得随意更换打骂。儿臣领命。5岁转头看着二皇子5毕，泛起得意的冷笑，脸色铁青的5毕则瞪着李晨，恨不得剥皮抽筋。不知死活的小太监，真把自己当根葱。恭喜大哥，看你这架势，是要夺文武双魁啊！猎杀虎王果然是好兆头啊！借4弟6弟吉言，大家去我营帐吃虎王肉吧，今晚开篝火晚会庆祝一番。众人面露难色，最近他们都觉得二哥能赢，一直都在跟他搞关系呢。老二，你和老七也一起呗。骨肉又腥又臭，有什么好吃的？怎么，我赢得5魁，你好像不服气啊？笑话，营帐一个小太监发明的弓箭，谁会服气你？李晨好歹是我太子府培养的人，总比你依靠皇后山枕边风要好得多吧？你竟敢侮辱母后！两兄弟差点就打起来了。徐福从龙帐出来，圣上有旨，停止喧闹，立即散去，否则重打20大板。太子不得私自开篝火晚会，虎王肉带回骊山行宫，明晚与大臣们一起分享庆祝。5毕甩袖转身，走到李晨跟前，压低声音：“我看你明晚怎么迎国师，不识好歹的阉人。请二皇子明晚与国师一起鉴赏微臣的雄姿。等我当了皇帝，你第一个人头落地。”二皇子此言差矣，皇上龙体无恙，体魄强健，哪有你想的这么快呢？你5毕气的脸色都变了，又害怕被5岁抓住把柄告状，吓得甩头便走。临危不惧，能言善辩，可惜是个小太监，否则真有机会封王入相。殿下，晚宴的时候再献不迟。为何？那虎皮上有伤口，应该缝补好再献。再说明晚百官参宴，应该让他们看看你的雄风啊！言之有理，好吧，那就听你的。这应该是父皇生平以来见过最大的老虎。殿下，这次回娘家得把李晨带上。为何？那小子或许真的没听到我们谈话，绝不能带他。殿下，你是不是糊涂？书房才多大，他肯定听见了，只是不敢承认罢了。这小子胆敢骗我！下人保密是本能，有什么好生气的呢？此去百计，事关重大，若是碰到什么问题和意外，或许李晨还能帮上忙。再说，你想他成为心腹，就得拉到一条船上。没错，只有拉上船，他才不敢轻易背叛我。殿下英明，臣妾也是这么想的。那就带上他吧。知道吗？你被选中去百计了。太子同意了。太子妃说服他的。听说今年太子能赢得比赛，全靠府中小太监发明了一种特别牛的弓箭，2箭便将虎王山的虎王射杀。什么样的弓箭能有如此威力？不知道啊，据说圣上都没见过，爱不释手。区区一个小太监有这种能耐？是啊，据说叫李晨还是什么的，圣上说他若赢了今晚的文考，就封他为太子少傅。不可能吧？让太监当少傅，我实在不服啊！诸位言重了，太监怎能当帝王之师？不过是擅长溜须拍马罢了，并无真本事。看本国师今晚如何收拾他。有国师在，岂有李晨嚣张之理？我们今晚就看好戏吧。
镇北大将军，你在太子府见过李晨吧？这小子到底如何？平平无奇，并无印象。这是哪个李晨？报告国师，这是太子府的李晨，那个小太监有资格坐在这里吗？位置是徐公公亲手排的，他老人家的意思就是皇上的意思。哼，一个太监居然跟文武大臣平起平坐，像什么样子？长公主协和西王驾到，拜见长公主，拜见和西王。哦，陈将军，你这位置不错啊。这个李晨现在可是太子身边的红人，你坐在他边上也能跟着沾沾喜气。长公主说笑了，末将不敢当。将军战功赫赫，让你坐在太监身边，着实委屈你了。张国师，今晚文考，您若被李晨打败，那受委屈的还不知道是谁呢。哈哈，难道长公主觉得我连一个太监都不如吗？这可说不好，武无第二，文无第一，武考李晨都能赢，文考还不是看父皇喜好？放心，我比长公主更了解圣上。我要换位子。陈将军，要么您自己找人调换，要么我去请示徐总管。谁会愿意坐在这？快去请示！马上要开席了，时间也来不及啊！我不管，不换位子，我直接走人。陈元说着便要走，吴可刚好进来。陈将军，我跟你换位子。郡主，万万不可，您坐在这更不合适了。没什么不好意思的，今晚就是喝酒闲聊，我不在乎这个。没有规定不能换位子吧？东列家宴，按照惯例可以换位，只要双方同意。自个儿提的要求，陈元只能硬着头皮跑到从一品的席位坐下。前面是长公主武阳和夫君和西王，后面是国师张兆谋。这时，李晨身穿一身崭新的4品细麻礼袍，走进元寿殿，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李晨，所有人都在看你呢。看就看吧，能把我怎么的？脱了你的4品礼袍，你还不是太子少妇，没有资格穿这身衣服。你特么是谁啊？我穿什么衣服你也要管啊？放肆！我乃大武朝国师，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还真就归我管。大逆不道？没错，立即马上脱了。区区小太监也想当座上宾？你确定我这是大逆不道吗？没错，还是太监服比较适合你。李公公要搞清楚自己的地位。国师不会有错的，所有官服官阶都是他老人家制定的。等你当上太子少妇再穿吧，否则待会儿皇上来了，你狗命难保啊！李晨，本国师捏死你，就想捏死一只蚂蚁，你也配跟我争夺文魁？诸位听好了，张国师也打起精神听着，本官这4品礼袍乃是圣上御赐，专门用来参加东列晚宴的。刚才是谁说穿这身衣服大逆不道的？连皇上都敢骂，我要告状。既然是皇上御赐，那就不算有违礼法。张国师，你怎么被区区一个小太监吓得满头大汗啊？我看今儿张国师悬喽，文考还没开始呢就吃瘪。你们看着吧，李晨必败。有时武帝身穿龙袍，头戴金冠，携皇后和秦昭仪步入元寿殿，殿内众人纷纷跪拜。皇上驾到，百官跪拜。皇上万岁，皇后千岁。众爱卿平身吧。施主隆恩。东列晚宴开席，手到佳肴虎王宴。武帝拿起小刀，切下一块最好的肋骨肉，塞进嘴里，然后看向张兆谋。国师，此肉味道如何？微臣老了，有点嚼不动。今晚除了虎王肉，没有别的菜，看来你要饿肚子。那就请皇上赶紧出题吧，免得我待会儿饿得老眼昏花，没了诗性。急什么？喝2斤酒，欣赏下秦昭仪新编的歌舞，自然诗性就来。是啊，国师，或许您能从我这曲词中找到一丝灵感呢。谢昭仪好意，歌赋和经世诗词还是有区别的。国师说的对，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犯不着向你学习取悦人的本事。爱妃，快去为大家助兴，朕早就期待已久。东列乃是年宴，不要扫了大家的兴。臣妾遵旨。有请秦昭仪为大家歌舞助兴。秦昭仪穿着一袭露肩粉裙，罗扇遮面，带着8名宫女婀娜登场。北方有佳人，绝世而独立，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。您不知，倾城与倾国，佳人难再得。好词，真乃大武第一词，确实精妙，确实精妙。爱妃，你快告诉他们，如此精妙绝伦的词赋，出自何人之手？我还以为是秦昭仪写的，原来是别人做的词啊！皇上，歌舞词赋乃是靡靡之音，登不了大雅之堂，不提也罢。您素啊，此言差矣。才思敏捷者，必定博学，不管在哪方面都是优秀的。
既然皇上想知道，那臣妾只好如实说了，此符出自太子代少傅李晨之手。岳飞，李晨上次被传召，就是做的这首词。是啊，殿下，所以我说你冤枉他了吗？这小子可以啊，至少可以给父皇留个好印象。待会儿的文考稳了。李晨呢？在哪？微臣在这。好你个李晨，武能改造弓箭，文能诗词歌赋，朕觉得你完全有资格当太子少傅，给我好好教导太子。谢圣上谬赞。不是谬赞，李晨听风。父皇，这不公平，您金口玉言，说好的要等文考结束呢。还考什么考？仅凭此词，李晨便稳夺文魁，赐他一个少傅算什么？臣妾不服，请皇上三思。皇上，这也太儿戏了，文考关乎大武国运，怎能随意定胜负呢？国师，你觉得呢？启奏圣上，文考必须要公平才有说服力。您这还没出题呢，难道就不给其他皇子机会了吗？的确是朕爱才心切了，赏李晨升2阶吧。是，太子代少傅李晨，升2品晚宴席李晨。升2阶这么大的荣耀，你愣着干嘛？倒是快去啊！哼。文考开始，由诸位皇子老师代考，以此次东列为题，诗词皆可，成绩与武考合并计算，最终魁首获得虎头府，封镇北大元帅。赢得文魁的老师也可以获得封赏，成为太子少傅，将来的帝王之师。陈将军，缘分啊，我们又坐在一起了。文考已经开始了，李总管怎么如此轻松惬意？要知道你面对的可是8大学士。急什么？让他们先上，我最后秒杀即可。秒杀？李总管好自信啊！以后还望陈将军多多关照。不敢不敢，我们以后应该没什么交集。这可说不好啊！就算你在朝中如鱼得水，也跟我无关，我只负责带兵打仗。就在此时，7皇子的老师当朝廷尉8大学士之一的汤良走到中间。既然大家还没想好，那我先来吧。那就汤爱卿先来吧。大风起兮，圣上威武兮，百兽惧怕兮。好了，汤爱卿，你且退下吧。你这整天嘻嘻嘻的，气得我脑袋痛，就不能搞点新花样吗？圣上，我也来献丑了。有请国师。张兆谋摆出夸张的架势，闭着眼睛，背着双手。圣上乃真龙，好，为民除虎妖。绝，圣上乃天军明君。若问龙传人。他猛地睁开眼睛，突然指着舞壁。当今2皇子。顿时，连寿殿内响起震耳欲聋的掌声。圣上乃真龙，为民除虎妖。若问龙传人，当今2皇子。真不知道这首诗好在哪里。国师，我想你是误会了，虎王不是朕除掉的，而是太子用李晨改进的弓箭射杀。皇上，弓箭再强，也不过是投机取巧罢了。圣上的凛然龙气，才是大武国运的根本。而且射杀虎王的命令，也是您下达的。5岁当时就急眼了。殿下息怒，与父皇争功，乃是大不敬。完蛋了，他把李晨的诗给抢了。殿下放心，诗词歌赋跟带兵打仗一样的道理，千变万化，凭的就是一个才字。李爱卿，你喝太多了，难道是才思枯竭了吗？微臣喝醉了才会诗性大发。还有这种说法？只怕是胸无点墨，想不出比老夫更精妙的诗词吧。那李爱卿觉得国师刚才的诗如何？微臣顾着喝酒，没怎么听懂国师那几句大白话，也能叫诗吗？狂妄无知的阉人，敢对老夫的诗不敬。父皇，儿臣觉得这小子可能词穷，故意拖延呢，应该给他限制时间。这样吧，朕再给你半炷香的功夫。不需要这么久，等太子殿下献完虎皮，7步之内，我便可以做出一首流芳千古的好词。朕就喜欢你的狂妄，7步之内流芳千古，朕倒要看看你能做出什么惊世骇俗的诗词。太子现在就可以献虎皮了。儿臣遵旨，将虎皮献给父皇，与百官共赏。徐公公，愣着干嘛？赶紧宣啊！太子进献虎皮，进典。早在门外恭候多时的5名太监，将虎王皮毛摊平抬进来。哇，我从未见过这么大的老虎。据说东烈3年都没杀死，咬死了100多号人。虎王山方圆5里内，除了野牛群，连兔子都吓跑了。李晨造的是什么弓箭啊？竟有如此大的威力！武帝走下台阶，来到虎皮前，伸手摸着柔顺光亮的虎毛。穗儿，你有这份孝心，魏父很开心。这是儿臣应该做的。大家让出一条道，李晨从席位走过来，刚好7步，且看他能做出什么样的千古诗词。李晨，你可以开始了。若是戏弄朕，后果是很严重的。百官们让出一条路，齐刷刷看着趴在桌子上打呼的李晨。李晨还不醒来作诗？李晨，当着圣上和文武百官的面，你像什么样子？李晨醒了，摇摇晃晃地踏出第1步。李晨，你已经走出第1步了。
我倒要看看你是酒闲时闲附体，还是个酒囊饭袋。李晨摇摇晃晃地踏出第2步，还不忘咕噜一口酒，简直要把人给急死。老夫聊发少年狂，左牵黄，右擎苍，锦帽貂裘，千骑卷平冈，为报复恩随圣上，亲射虎，看五郎。好个老夫聊发少年狂，好个千骑卷平冈，朕似乎看到了金戈铁马的英雄岁月。前面5句夸圣上狩猎英姿，后3句讲了太子和皇上亦君亦父的父子情，果然精妙。是啊，太子不惧艰险，射杀虎王，只不过是为了报答父恩，为了给圣上献虎皮御寒。微臣斗胆，请圣上与诸位同饮杯中酒，李臣还有下半节没饮出来呢。祈福，拿酒来，朕要与诸位爱卿一起痛饮300杯，倾听李少父的千古雄词。武帝喝了酒，又听了李晨的诗词，顿时变成性情中人。李晨，还不快将下半节吟诵出来？难得父皇开心，别瞎耽误功夫。随儿要对老师尊敬点，不要催促，李少父需要酝酿。儿臣知错了。小李子，你可以啊，幸好我没有砍了你的脑袋。酒酣胸胆上开张，鬓微霜又何妨？直节玉关，何日遣虽降？会挽雕弓如满月，西北望，射天狼。李晨将酒壶狠狠砸在地上，巨响吓得大家一激灵。会挽雕弓如满月，西北望，射天狼。会挽雕弓如满月，西北望，射天狼。啪啪啪啪，文武百官也跟着摔碗，声音不绝于耳。会挽雕弓如满月，西北望，射天狼。会挽雕弓如满月，西北望，射天狼。会挽雕弓如满月，西北望，射天狼。好你个李晨，居然能将狩猎诗词写出千军万马的气势。诸位爱卿，你们觉得如何？对仗之工整，韵律之顺口，的确可以成为千古名句。李晨没有口出狂言。宰辅之言有理啊，下半节依然是前面描写圣上老当益壮，后面则是太子请战的勇武之心。上节是因笑而咏，下节是因忠而咏，此赋完美无瑕，千古一绝。确实工整，4部就能写出此等诗词，可以载入史册了。目前出场了3位皇子老师，还有人出来挑战吗？其他11位皇子老师顿时低下了羞愧的头颅。哪怕差一点，朕也能接受，勇敢的站出来吧。启奏圣上，李晨的这首词恐怕短期内无人能打败，微臣就不献丑了。之后奉上作业如何？啊！没想到御史大夫都打退堂鼓了，那就是你们认输哥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直接宣布结果了。李晨听旨。刚才还迷迷糊糊，路都走不稳的李晨，突然就恢复清醒了。微臣在。你改良弓箭，助太子夺得无魁，又叶文才夺得本次东列文魁，可谓是文武全才，完全有资格辅佐太子。朕封你为太子少傅，官拜4品。谢主隆恩。朕再赐你金牌，以后进宫面圣不用通报。太子听旨。儿臣在。你要改改自己的脾气，尊重李少傅，跟着他多学点知识。作为2代帝王，你的责任是守江山，比打江山要难100倍，文治武功一样都不能少。儿臣谨记在心。封武虽为镇北大元帅，3日内启程，与陈元一起去白济玉门关，统领大军击退北夷。儿臣领命，绝不负父皇信任。宴席散去，官员们围着李晨敬酒，魏月则将吴可拉到一旁僻静处。李晨今晚肯定喝多了，你负责把他送回去。好的，交给我吧。小心点，这小子不老实。他能不老实到哪里去？什么都没有。谁说太监就不能？哎，这么恶心吗？那我是得离他远点。酒过3巡，众人纷纷散去。李晨躺在地上呼呼大睡。起来，要睡回房间睡。见李晨毫无反应，吴可只好背着回去。月光洒在2人身上，李晨的手在吴可背后悄然移动，手精准无误的一把抓住。流氓，无耻狂徒，还敢装睡，连本郡主都敢轻薄，找死是不是？你再敢放肆，我就……话音未落，李晨再次精准命中，而且换成了双手。你好香啊！混蛋，等你明儿醒来，本郡主打不死你。次日天未亮，吴可便起来梳洗，换上一身白银铠甲。他得提前出发，布置兵力，疏通回宫的道路。李晨睡得正香，被吴可一脚踹醒。滚回你自己的住处，别让人发现你在我这过夜。我怎么在你这？你把我怎么了？得了便宜还卖乖，反咬一口是吗？李晨一脸懵逼地坐在床上，吴可身穿铠甲，手持长枪，枪尖正对着李晨的喉咙。你当真记不住了？实在喝太多，记忆断片了。也没什么，就是出言不逊。我就说嘛，我一个小太监能把你怎么的？更何况你是大武郡主。有自知之明就好，赶紧滚吧，我要带兵出发了。过来，拜见太子妃。昨晚哪里过夜的？武校尉的作战室，他早上要提前行军，没时间送我回来。解释就是掩饰，你没非礼他吧？
太子妃说笑了，他可是郡主，我哪敢啊！若被发现，以武郡主的脾气，我早就人头落地了，还能见着您吗？哼，你有什么不敢的？李少妇，你随本王一起去百济，3日之后我们就出发，不然赶不上陪百济王过年了。是，殿下。去了百济，你就是本王的心腹，左膀右臂，千万要管住嘴，否则有杀身之祸。微臣知道。冬儿主动的过来帮他洗衣服，而李晨则全神贯注的在忙着造新花样。你又在造功吗？这叫10字连发弩，10步之内无敌，用来防身的。你得罪了二皇子背后的势力，他们任何一个人都能轻易置你于死地，防身倒是必要的。放心，等太子登基后，就再也没人敢对付我了。你赶紧当大官吧，就算你不能行人事，我也嫁给你当老婆，当下人实在太惨了。今儿听府里小太监讨论，他们同乡有个叫胡大海的老太监，都退休了还暴毙家中，估计是被灭口了。什么时候死的？大概2天前吧，他的养子进京想要领救济金，根本没人搭理。算算时间，正好是魏月问完我之后，果然生活在皇家的女人没有一个是不狠的。看来不光要把这个女人肚子搞大，还得搞出点感情，不然人身安全很难保证啊。末将霍敬忠拜见武校尉，拜见陈将军。霍都尉，太子还没出来吗？应该快了，他和太子妃在向李少府交代些事情。太子这次去的时间比较长，大概是交代府中事吧？不是的，李少妇随我们一起去百济。李晨也跟着去吗？是啊，随军册上有他的名字，负责为太子妃赶马车。浩浩荡荡的骑兵队伍从京都出发，李晨驾着马车。你可以啊，才几日的功夫便从阶下囚，直达朝堂，官拜四品，与本校尉平起平坐了。那以后还请武校尉叫我李大人，或是李少妇，不要一口一个小太监。啧，给根杆你就爬。可儿，追上你哥，他有事跟你讲。好嘞。等吴可离开，魏月阴阳怪气地问：你很喜欢吴可吗？她的确漂亮，功夫又好，就是性格太大大咧咧了。她可是郡主，你的身份配不上。太子妃不会是吃醋了吧？放肆，油嘴滑舌，没个正经。快告诉我你的计划。不知太子妃所指何事？你混蛋，还能是什么事情？我准备怀你的孩子。你就只顾偷着乐，倒是回答我呀。谢太子妃赏识，你的眼光不会错的。怀你孩子简单，大不了多让你得逞几次，但问题是金弘毅那边怎么办？他必须得死，我也不想让他碰我身子。等他上钩了，你约他来叙旧，但不要让他得逞，稳住便可。你是当朝太子妃，百济长公主，他肯定也不敢硬来，等你确定怀孕后再将他击杀。可那家伙十分狂妄，万一非礼我怎么办？放心，我就在里面躲着，他要是敢来硬的，我直接杀了他。反正从怀上到喜脉出现，至少1个多月的时间，我们来得及。你一个文弱书生，靠什么杀他？金弘毅可是百济第一猛将。没想到太子妃还挺关心我的嘛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敢贫嘴？这可是生死大事。其实我完全可以接受他的，反正我的目标是怀孕，不过是考虑你的感受罢了。这是连发弩，10步之内无敌，就算他再强，我也能把他打成刺猬。李少妇懂得真多，以后要把这些知识都交给我们的孩子，他可是未来的大武皇帝。必然。但你始终没有战斗经验，要不要叫上吴可？不能让他知道金弘毅根本没碰你，我设计的武技是降维打击，不需要什么战斗经验。你是我的女人，谁都不能碰。谁是你的女人？在本宫面前，你还敢这么霸道啊？可儿，金弘毅若发现你的身份，就不会上当了。到时候你带着几名武艺高强的心腹，打扮成太监，跟李晨住在偏房，一切听李晨安排。他脑子比你好使。吴可一听就不乐意了，我才不跟李晨住一起。你反应这么大干嘛？又不要你们睡一床，他还敢对你郡主不敬啊？总之不像话啦。李晨对你不老实了。没有啦，他一个太监能做什么啊？知道就好，此事绝不能有闪失，听我的安排就是。吴可见大哥生气了，便不敢继续狡辩，只好服从。金弘毅亲率3000骑兵列队相迎，远处城门上，百济王与王妃正翘首以盼。大侄女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可想死你金叔叔了。金将军，太子就在后面，你应该跪阶迎驾。敢问太子，我可是小魏月的干爹，难道也要下跪吗？我们回来是探亲的，金将军不必多礼。武虽还要找他借10万兵去玉门关，威慑北一个部落，目前不能闹翻。还是太子懂事理，咱们走吧。魏王和王后已等候多时，你这小太监为何不穿奴仆的衣服，反而穿着4品礼袍？金叔叔，他叫李晨，是太子少傅，不是什么太监。赶马车的不都是太监吗？金将军说的也没错，我既是太监，也是太子少妇，所以我想穿什么衣服便穿什么衣服。
哟，你特么还挺狂呢！这里是我的地盘，可不是京都，最好老实点，不然老子的部下可能会打断你的狗腿。区区4品也敢跟本将军狂？姬叔叔，你的部下也是我父王的部下，太子少妇乃圣上亲封，请你放尊重点。哟，小魏月这几年又长大了，从黄毛丫头变成漂亮的小妇人了呢。请金叔叔立即去通报我父王母后，不要出言不逊，有失百济国体。哼。这个金弘毅我杀定了！你不要贸然行事，他武艺高强，骁勇善战，不好对付。我心里有数，此事我父母也不知道，你可不要露出马脚。我就算是太子少妇，也应该跟百济王搭不上话。你这是把我当成他们的女婿了？又开始放肆了，连你都欺负我。我是想开个玩笑，逗你开心而已。一点都不好笑，就算我生了你的孩子，以后也得对我毕恭毕敬，不许僭越。是太子妃。贤婿。听说这次东猎你表现极好，皇上暂不考虑废除了。是的，岳父，否则也不会派我来百济平定边疆刷战功。那就好。其实相比战功，你和月儿生孩子更为重要啊。放心，这次我们来就是散心的，应该没问题。可你要去边疆打仗，哪来的时间呢？骑快马也就半天路程，战事不紧我就回来住，反正至少得3个月，时间充足。小可子，你去收拾我们的宿舍吧，2个人一床，百济夜间温度低，记得干草铺厚点。2人一床，你在跟我搞笑吗？你以为太监有资格睡单人大床啊？我不管，反正我就要一个人睡。你想的挺美。岳妃，别忘了正经事啊。臣妾知道。姬叔叔，3年未见，你身体可好？好得很呢，去年又纳了个妾，生了个大胖小子。那祝金叔叔长命百岁。我先干为敬。金将军，这次父皇派我来平定北夷，希望能得到你的鼎力支持。太子言重了，保证支持，绝对支持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我3日后便去玉门关，带您的10万精兵和粮草一起去。什么10万精兵？玉门关是你们陈将军驻守的，为何需要我出兵？此事我父皇已经给岳丈下了圣旨，难道没跟你讲吗？可能魏王忙着迎接你们到来，忘记说了吧。现在过年调兵也来不及了。太子、金儿是大年30，开开心心喝顿酒不好吗？金大将军，皇上谕旨，你也敢违抗吗？哟，这就要翻脸了是吗？贤婿，金将军今晚只管吃好喝好，明早我们再商议此事。5岁这才坐下来，喝了一口闷酒。他不知道这是岳父的意思，还是金弘毅不肯派兵。李少妇，太子的事就是你的事，怎么看金弘毅不愿派兵的行为？我觉得金弘毅可能想反。这老东西敢反，我扒了他的皮。若是平时，陈将军自然可以压制他，毕竟大武朝士兵能征善战。可现在外有北夷进犯，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。没错，金弘毅应该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才敢这么嚣张。金儿目不转睛盯着太子妃，眼神里尽是轻薄挑衅，无耻老贼。岳妃姿势体大，我觉得我有必要向父皇写奏折，如实汇报情况。殿下不能操之过急，总得先搞清楚状况吧。他都敢抗旨，还搞什么搞？殿下，圣上派你来是为了解决问题，而不是扩大战事。真与百济打起来，武朝也会元气大伤。届时你继位接手的可就是烂摊子。你特么也敢教训本太子？真以为我把你当老师了？殿下，你冷静点。岳妃，不要总是护着李晨，我才是你的夫君。那你就写奏书试试，看圣上会怎么回复你，会不会觉得你没有解决麻烦的能力？5岁虽然没脑子，但确实怕武帝。一提父皇，他就能冷静不少，奏折也不敢轻易写了。殿下不敢的话，我来帮你写。谁让你多管闲事，蹬鼻子上脸是吧？不是殿下，你让我出谋划策的吗？那你倒是快说，现在该怎么办？等明日见了百济王再做打算吧。金弘毅不肯借兵，说不定是好事。怎么会是好事？我还得仔细谋划一番。太子妃喝多了，陈将军也累了，不如早点休息。陈将军回去歇息吧，我们也得起早去王宫拜见父王。他把我嫁给太子，就是为了联姻，为了和平，绝不会允许金弘毅反的。末将明早先回玉门关，筹备出关讨伐的粮草，等待殿下好消息。陈元离开后，房间里只剩下5岁、魏月和李晨。吴可从门外进来，将门反锁，4人围坐商议。现在你可以说了。这么晚了，就别关子了。之前殿下杀金弘毅是什么罪名？冒犯太子妃啊，不是已经跟你讲了吗？冒犯完太子妃不到1个月，太子妃就怀孕了。请问殿下，到时候流言蜚语，你受得住吗？皇上会不会怀疑孩子的血统问题？李晨一席话，把5岁惊出一身冷汗。李晨，你有更好的想法吗？为了太子能顺利继位，为了太子妃将来母仪天下的名誉着想，我建议更换计划。这时候更换计划，恐怕风险很大啊。你们当时定的计划也很随意嘛。
你先说来听听。把冒犯太子妃的罪名换成诛九族的谋逆罪，是照办，人照杀，助魏王斩草除根。如何实施？若无可信的证据，金弘毅的心腹部下和家族搞不好真的反了。李晨朝三人勾勾手指，凑在一起，小声说了他制定的初步计划。倒是比我们之前的计划靠谱点，但实施起来也更麻烦。你的意思是，等岳飞怀上孩子了，想杀金弘毅的时候，再让父皇下旨施压，震慑他的部下们？没错，第一步就是先搞定百济王，他是百济君王，只有他出面，才能最大程度的安抚将士。那明天百济朝堂上，我还要不要借兵？要，而且要10万精兵，由殿下亲自点兵。那金弘毅绝不会同意的，就是要他不同意。那我哥在玉门关怎么打北夷？难道光牺牲我们大武的将士啊？北夷算个毛啊！太子和陈元只要先守住便可，等收拾了金弘毅，我有10分把握打他们。你好大的口气啊，李少妇，十足把握，你吃错药了吧？我好累，你们自己分床吧。你们今晚谁跟我睡一床？4人吓得直接扑通跪在地上。郡主，末将不敢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可不敢有此非分之想啊。我也是，我爹娘都70多了，家里10几口人要养呢。我们也是啊，老婆刚生完孩子呢。你们想什么呢？穿着棉袄睡，老实点就行了。郡主国色天香，天生丽质，正常男人很难老实的。是啊，郡主，你长期在军营，也没有嫁人，根本不了解男人的本性。饶了我们吧。说完，4人同时看向李晨。我操！李少妇，请你救救我们吧！你应该当老实。4位老兄，太监的命也是命啊！你们可以换个思路，万一那个郡主当届就是大武朝郡马爷，岂不乐哉？李少妇，请不要说。李晨，你找死吧！李少妇，求求你跟郡主睡一床吧。若不是今晚实在太冷，我们就打地铺了。是啊，李少妇，你的身份不会让人怀疑，而且你上无老下无小，我们以后会报答你的救命之恩。吴可也没办法，部下不敢跟他睡，那就只能李晨了。往里面去点，得了便宜还卖乖，搞得本郡主求你似的。行吧，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，我就给你们个面子。你给我老实点。郡主请放心，李少妇绝对老实。你们懂个屁！吹灯睡觉。夜深人静，房间里床挨着床，吴可睡着了，李晨的手悄悄伸了过去，结果被打回来。吴可怕李晨的手继续乱来，一直熬到鸡叫才迷迷糊糊睡着。不过等他醒来时，李晨和4名部下都已去外面干活了。他连忙检查了裤子衣服，绳子还是绑得好好的，也无异样，才安心起床洗漱。武帝下的圣旨，诸位也看到了，兵马肯定是要派的。这次朝廷决定打北夷，也算是好事，否则每年来犯，我们的粮食都要被抢光了。大臣们手头可没兵啊，只能看着闭目养神的金弘毅。大将军，你的意思呢？皇上，你觉得武帝是想打北夷呢，还是想消耗我们的兵力？两者都有吧，但我们若不出兵，就是抗旨，后果更加严重啊！把我们的兵力消耗后，后果还不是一样？那大将军有何高见？给他派些残兵去吧，打发就得了。就怕太子不同意啊！不同意又怎么的？他们当初派兵驻守玉门关，可是口口声声说为了防守北夷，有种自己去打啊！太子驾到！有了李晨的计划，5岁大摇大摆走进来，恢复了他嚣张的本性。拜见百济王。太子免礼，快赐座。见过太子殿下，魏王已经答应派兵，1日后你便可以带着百济的兵去玉门关攻打北夷。金将军能派兵，那就最好不过。只是我要去百济军营亲自点兵，10万精兵一个都不能少。什么？你要去我的军营点兵，还是10万精兵？圣旨上说的就是10万精兵啊！我是百济大将军，派什么兵，派多少，我说了算。给你2万步兵，一个都不能多。那就是抗旨，10万精兵一个都不能少。皇上，百济也就不到10万精兵，你不会想看着他们全去送死吧？贤婿啊，此事切勿操之过急，我们也有自己的考量。岳父，派些残兵过去，还得消耗我们的军粮。北夷侵犯的可是百济国土，杀的可是百济百姓。当初称臣的条件就是有武朝保护我们百济子民，现在让我们自己去打，还要你们作甚？你还知道自己是陈国？我们可以保护百济子民，也可以调动你们的将士。痴心妄想，我的兵你一个都调不动。金弘毅，你想谋反吗？都给我住嘴，越说越过分。岳父，如果百济只是派几个废物应付任务，那我宁可不要了。5岁说完便走。不要更好，你以为本将军是吓大的吗？无能废物。
武虽去了百济后宫见魏月和丈母娘，很快岳父魏王也屁颠跟来了。谋反之罪若是传到武帝耳朵，那会有大麻烦。贤婿啊，这件事需要考虑实际情况。金弘毅持兵自重，万一把他惹急了，搞不好就真反了。嘿嘿，所以父王，我们要帮你除掉他。除掉金弘毅？没错，只有除掉他，兵权才能回到岳父你手里。我也不会真的配合父皇削弱百济实力，只是针对金弘毅罢了。怎么除？他麾下4名大将可都是他的女婿。哼，那就全除掉。魏月赶走所有的下人，把李晨的计划详细的跟父王说了一遍。这行得通吗？岳父，只有你掌控百济兵权，父皇才不敢轻易废掉我的太子之位，岳妃才能顺利当皇后啊。是啊，父王。再说，殿下现在是镇北大元帅，手握20万五朝大军，就算出了差池，他也可以及时带兵来援。父皇也会派兵来援，金弘毅闹不出什么幺蛾子。魏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，眉头紧锁，思前想后，左右为难。光伯，百济姓魏不姓金，这老东西昨晚当着你的面一直调戏女儿，嚣张到此种地步。你堂堂百济王，威严何在？你今日不杀他，日后他就会杀你。此话击中了魏王的内心，他终于下定主意。好，就按照你们说的办。给你3万废物，不能再多了，否则你们自己去打吧。说完，金弘毅甩袖离去。你们看看他这是什么态度？本王都说了好好协商，到底谁是百济王啊？大臣们耷拉着脑袋，谁都不敢多说一句话。得罪金弘毅，随时可能死于非命。岳父大人，既然金将军故意抗旨，那我就只能启奏圣上了。就算百济不能派兵增援，我大武骑兵照样可以荡平北夷。太子留步，有话好好说。刚才你们都哑巴了吗？5朝100万大军来了，你们谁去阻挡？东，你去金府送个折子，就说我今晚要去探望金叔叔。等冬儿离开后，魏月给李晨斟了茶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？你每见一次金弘毅，我就要你一次早点怀孕，他早点死，如何？随你安排吧。今晚我去见金弘毅，明日我约母后看瀑布，到时候早点去，在那给你。马车里呀。行宫奸细没摸清之前，不能在这。马车很好，我喜欢。丈夫刚走，这小娘们就来找我，看来传说中太子无能是真的了。大将军，魏月可是5朝太子妃，搞不好是有所图谋呢。无非就是给太子求兵嘛，先让老子开心了再说。可魏月是你认的干女儿，就不怕别人说闲话吗？哈哈，这才刺激吗？百济谁敢嚼我的舌根？吩咐下去，今日将军府不接见任何外宾，备好酒菜，我要恭迎太子妃。想必妾身也是多余的了，晚上我回娘家住吧。丽华，你得留下来暗示魏月，本将军老当益壮啊，他找了个废物丈夫，恐怕早就寂寞难耐了。哎呦，太子妃驾临将军府，蓬荜生辉啊！金叔叔说笑了，大过年的，我理应来府上拜年啊。见李晨，冬儿和吴可要跟着魏月进去，管家立刻上前将他们拦住。下人从后门进，去下人用膳的地方。将军府正门是你们能进的吗？冬儿和吴可担心魏月的安全，李晨却安慰道：放心吧，金儿是公开来的，金弘毅不敢怎么样。小月啊，这就是我去年纳的爱妾殷丽华，刚给我生了个大胖小子，你和他年龄差不多，可以畅饮御言，不必拘谨。丽华见过长公主，自你嫁去京都，大将军可是每日在我面前絮叨你，说我与你有几分相似。今日见了真身，才知道什么是百济第一美女，我不过是庸脂俗粉罢了。姐姐见笑了，只是我不能饮酒，不如以茶回敬吧。这是为何？昨天你还喝了不少啊。实不相瞒，金叔叔，我和太子准备要孩子，昨日饮多了，被太子言辞责备了呢。哼，他也有资格责备你，你这种美人娶回家，3年肚子都没搞大，我看是5岁不中用吧。就是啊，妹妹，是不是太子身体有什么问题啊？他才30岁不到吧？我们金将军都50了，依然生龙活虎的。将军，我最近喜欢吃酸的，好像又有了呢。酸儿辣女，看来又是个大宝贝儿子啊。太子或许是操心国事太累了吧，毕竟大5朝事情繁多，每次回来就倒头大睡。
朝廷有文武百官，非得他处理杂物啊，连生孩子的时间都没有吗？简直是笑话。再说没有子嗣，5岁还有机会继承皇位吗？哎呀，金叔叔，你就不要说风凉话了，也不要再问了，这种问题羞于启齿。哈哈，不说他了，你就以茶代酒吧。你金叔叔，我10几个孩子，经验丰富，若是有什么不懂的，我可以教你。谢谢金叔叔为我分忧，其实我也很着急，武帝已经亲自催了，还说今年若怀不上，太子之位难保。这是当然，我听说京都的地下赌场开了暗盘，太子的赔率是14倍，二皇子武帝的赔率只有1倍，估计就是因为太子无能。金叔叔，今日我们谈的内容，太子可是非常忌讳的，希望不要传出去。放心吧，只有我们2个，绝对保密。饭过3巡，魏月就起身。金叔叔，我得回家了，外面都是太子心腹亲兵，若是回去晚了，恐怕又要挨骂。行吧，我送你出去，早就告诉过你爹，不要把你嫁那么远，现在受了委屈，金叔叔多心疼啊。5岁没让你来向我求10万精兵吗？唉，太子临走前特意叮嘱了，说不能光死大武朝的将士，但我觉得武帝是在消耗我们的兵力，若是我不能成功生出皇孙，当不上皇后，将来还是要回百济保命的。还是小月识大体啊，哪像你爹异想天开，将来回百济有金叔叔罩着你。怎么样，月姐姐那金弘毅上钩了吗？以我的美貌，天下哪个男人不上钩？啧，瞧你得瑟劲儿，小太监就上不了钩。李晨暗暗发誓，迟早要让你这傲娇的小郡主跪下尝征服。可儿，跟你说了多少次，李晨是太子少傅，堂堂4品大员，别动不动就叫他小太监，他不要面子的嘛。月姐姐，你现在怎么老护着他啊？我和你哥都指望着他出谋划策呢，能不护着吗？你要干嘛？你在抓什么？我在抓空气啊！你再敢流氓，我就剁了你的手！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昨晚我对你做了什么吗？你个臭流氓，一点都不记得了。昨儿累了一天，我哪里记得？你说说看，我怎么流氓你了？说你妹啊！睡觉。天亮，吴可从床上坐起，悻悻地看了一眼腰间的绳子，然后狠狠踹了一脚身旁还在熟睡的李晨。一大早的，金弘毅便派小妾给太子妃送来了燕窝，还想约她去散心，不过小姐拒绝了。为啥拒绝啊？这叫欲擒故纵，你一点都不懂。就你懂，肯定又是你教的。今儿太子妃要去王宫，你们快洗漱，马上出发了。李晨有点失落，不是说好去看瀑布，让他得逞的吗？怎么又去王宫了？小月啊，今年大年初2，我和你父王正要去军营慰问呢，你要与我一起吗？不用了，金叔叔，今儿我和母后有约。那行吧，有什么需要，只管跟你殷姐姐说。谢谢金叔叔，早上送来的样哦，我很喜欢。魏月的车队快到百济王宫的时候，魏月突然命令李晨向左转。小姐，我们这是去哪？王宫后面的瀑布啊。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瀑布呢。瞧把你高兴的。东，你去宫里告诉母后，让她带着弟弟妹妹一起过来，我先去等。小月月后面还跟着霍金忠和百名羽林军呢，该怎么办？瀑布乃百济王室后花园，外人未经邀请，不得入内。那我能进去吗？你不是外人。长公主，这里只有你能进，其他人除非得到您的允许，士兵必须卸下武器和铠甲。李晨驾车送我进去就行，霍进忠带人在此把守。今日我和家人团聚，不希望受到任何打扰。是，末将遵命。驾！你急什么？这是山路，慢点啊。太子妃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等冬儿进宫找到母后，再聚齐家人，准备好烧烤材料赶过来，至少还有1个多时辰，不够你折腾的吗？当然不够。你也太贪了吧！以下欺上，心里就没一丝恐惧吗？真把自己当我夫君了。100年修得同船渡，1000年修得共枕眠，日后我就是你唯一的男人。我堂堂太子妃不是给你玩的，咱们的目的是怀上孩子。不是你说见一次金弘毅就欠我1次吗？可我就昨晚见了他1次。今早的也算。魏月选的目的地是瀑布旁的巨石后，隐蔽性好，也能看到山脚下入口处。你快进来吧，我把被子铺开。太子妃，你是想要目的性强的，还是要浪漫的？有何区别？不都是生孩子吗？目的性强的就是以生孩子为目标应付任务，浪漫的则注重情感交流。哪种怀孕效果好？当然是浪漫的了，女人越愉悦，对男人接受度越强，越容易怀上。那上次你亲我嘴儿，又算哪种？
亲嘴儿当然算是浪漫的了，否则那就浪漫的吧。快进来，外面冷。我得把马车轮子垫上石头，别冲河里去了。有这么夸张吗？岳飞此等美人，自然夸张。李晨说完，在河边洗了洗手，钻进轿厢里。你的手好冰啊！帮我暖暖，小月月。1个时辰后，魏月衣衫略显凌乱地从马车上下来，腿一软差点摔倒。李晨连忙上前扶住他。岳飞，你没事吧？你说我有没有事？那快来休息会儿，外面凉飕飕的。我得梳洗打扮一番啊，不然脸红扑扑的，要被母后看出来了。你赶紧下山。瞧把你给得意的。吴可走到李晨身边，皱着鼻子闻了闻。怎么那么久才出来？山庄里没有人啊，瀑布边又寒冷，院子里全是枯叶，我不得给太子妃劈柴生火打扫一番啊。难怪你一身臭汗。堂堂太子妇干这种脏活累活，苦啊！得了吧你这种臭流氓，幸好是个太监，不然跟太子妃孤男寡女待这么久是要杀头的。霍建中这个人有什么爱好啊？报大将军，听东儿说，霍建中老婆死了3年，最近喜欢喝酒逛窑子。对太子忠诚吗？太子府亲卫军，忠诚度很高。你回去摸摸那个李晨的底，随时向我禀报。魏月心情格外好，带了大鱼大肉回来。东，你去吩咐厨房热热，分给大家吃。这事让春香去办就好了。太子妃劳累一天，我去给您放水泡澡吧。今日实在太累，就不泡澡了，明日再说。太子妃，您可是一日不泡澡就睡不好的啊。不想泡就不泡嘛，你还逼着我泡啊？对了，李晨在干嘛啊？好像在霍都尉那边造什么箭头，怎么了？现在还早，我也睡不着，想让他来教我读书识字。纵然他是太监，晚上来太子妃请功，好像也不太好吧？门敞开着，你在边上也不行吗？总之别人会说闲话。诸位将军，这是太子妃赏赐大家的，快趁热吃喝吧。李少妇，您先来吧。大家都是兄弟，没必要客气，给我分点肉酒即可。霍将军，百济天冷，你们也不出去逛逛都城，那就多喝点酒吧。春香姑娘，都城有什么可逛的啊？清月楼啊，可以喝酒听曲，泡温泉搓澡，姑娘又白又嫩，说话又好听。将士们顿时就两眼放光。贵不贵啊？比你们京都肯定便宜多了，价格不到一半吧。李少妇，您觉得我们能去玩玩吗？我们这些单身汉在异乡当差确实无聊啊。清月楼只要给钱就能接待，李少妇哪怕去泡个温泉，让姑娘搓个澡，也是超级舒爽的。春香姑娘，你怎么比我们还着急啊？像个拉客的，还是先走吧，我们想去的时候自然会去。霍都尉，你们要玩也可以，但刚来百济，人生地不熟，最好不要惹是生非，先让你的部下去探探再说，你1周后才能去。李少妇说的有道理，我是这次的护卫队长，行事必须慎重。记住了，至少1周后你才能去，否则出了事，唯你是问。是，末将谨记。李少妇，我等你一起回去呢，没想到你还会制造弓箭啊！这不是弓箭，而是弹弓的小玩意儿，太子妃怕狗，用来打狗的。好像是，小时候太子妃被狗追过。你跟太子妃一起长大的，应该感情不错。他是主子，我是奴婢，哪能比呢？也不能这么说，冬儿跟着太子妃去了京都，将来便是皇后身边的人，随便赐给哪个大臣当小妾，都是荣华富贵，享之不尽。谁让太子妃喜欢他呢？我就没这个命。这可未必，只要你这次伺候好太子妃，到时候我带你一起回京都，太子府比百济王宫还大，完全可以容得下你。冬儿是太子妃贴身丫鬟，我跑去当个普通宫女，还不如在百济呢。你们女人啊，就是目光短浅，我将来可是太子太傅，五朝一品大臣，比你们的金将军还要高一级。你将来的官比金将军还要大吗？当然了，金将军虽然在百济是万人之上，但在大五朝只是2品武将而已，跟陈元将军一个级别的。可惜你是太监啊，又不会娶妻生子。太监也可以娶老婆啊，该有的乐子不会少，只是生不了孩子而已。再说也不是非得嫁给我，届时我堂堂帝王之师，帮你介绍个大臣当妾，还不是易如反掌？这倒是呢，你们五朝一品大臣多少俸禄啊？俸禄没多少银子，一年不过200两，但哪个大官靠俸禄活着呢？金将军靠俸禄能养活10个老婆，10几个孩子吗？那李少妇可说好了，春香的未来就靠年，若真能当上大官，生活无忧，太监应该也可以过日子的。你得好好表现才行，我贵为4品大臣，带个宫女回去理所当然，但还是得太子妃同意。放心吧，我会和冬儿一起伺候好太子妃的。奸细，基本上确定是金弘毅的人，但正在被我策反，不要动他，盯紧点就行。你对付女人的套路多，搞定一个宫女没问题。倒也未必，不是所有女人都像你这么笨的。谁笨了？你搞定我了吗？臭不要脸！大将军让我打听的那个李晨是个文官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应该没什么可怕的。太子妃对他可有惧怕之意？应该没有，太子妃向来喜欢勇武之人，李晨他瞧不上的吧？等我的好事成了，本将军亲手宰了他，我最瞧不上太监，跟太子一样的无能之辈。
今日新年斗牛节，我要亲自下场，晚上去清月楼看戏，你全程陪着太子妃，争取早点替换冬儿，我比较相信你。奴婢知道了。接着，金弘毅将一只小绿瓶放进春香口袋里。看戏的时候，找机会把这个倒进太子妃的茶杯里，然后扶着她去贵宾房歇息。会不会出问题？有我罩着你，你怕什么？是。金将军，我去通报太子妃。我是太子妃的干爹，接她去看斗牛比赛，还需要通报吗？大武王朝的规矩，就算是百济王想见太子妃，也得先通报。那你快去，耽误了本将军参加斗牛大赛，我砍了你的脑袋。这里是百济，不是你京都。金将军别忘了，百济也是五朝之臣国。去问问李少傅。百济的斗牛比赛是盛大节日，太子妃还是去一下比较好。末将明白了。护卫军走后，吴可从内室出来。这金弘毅追得这么紧，怕是要行动了。太子妃的美貌，哪个男人都会心急，早点怀上也好，金弘毅早点死。这老东西如此嚣张，公开追求太子妃，确实该死。可怜月姐姐，大武第一美人，却要被这么个老流氓夺走清白之身，不知道有没有做好思想准备。所以你以后找老公要留点神，若像你大哥这般，恐怕下个就是你了。乌鸦嘴，我大哥那是特殊情况。再说皇室子女的婚姻都是利益考量，哪有的选啊？等我当了太子太傅，应该配得上你大武郡主吧？滚吧你！嫁给你这小太监，还不是跟月姐姐一样守活寡，打死我都不干。这里是百济地盘，你就不用跟着去了，免得身份败露。我去帮太子妃赶马车就行。那你照顾好月姐姐啊。金弘毅这种粗蛮老匹夫，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特殊爱好。李公公，你就不用去了。斗牛这种血腥的男人运动，我怕吓到你们小太监。金将军多虑了，忠烈时的虎王就死在我跟前，我眼睛都没眨一下，畜生而已。哈哈，那待会儿你可别吓得尿裤子。听说太监尿裤子的时候会沿着腿流进鞋里。这时，魏月带着冬儿和春香从大门出来。李少傅乃是大武朝正四品官，金将军大可不必耀武扬威。谨遵太子妃命，小魏月，我们可以出发了吧？我父王母后今儿去吗？天气太冷，他们不去，所以才需要你来代表百济王室啊。那走吧。冬儿和春香刚想跟着魏月上马车，他却转过身。我不喜欢太极，你们坐后面马车。他今天可能会下手，晚上清月楼看戏就是契机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我是你的女人，一切都交给你，你要是没看好我，我可就是别人的了。放心吧，一切都在计划中，今天就是该收网的时候了。